或是天灾来临，适者生存，台风洪水，极寒极热，地震海啸，虫灾酸雨。上一世我作为舔狗，带着女神在末世挣扎求生，最后却被女神和她男闺蜜背叛，落得一个惨死。如今再来一世，我熊猫人有空间相助，必将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大哥，不是我说你住18楼装什么防弹玻璃、防弹门啊？安装师傅随口一问，我也是随口编了个理由，总不能告诉你天灾末世就要来了吧？安装完之后，我又来到了户外装备店，有抗寒零下60、70度的衣服吗？兄弟，咱们这是南方，冬天可以穿长袖的。我马上要去北极搞科研，有，不过价格比较贵。价格不是问题，为了再给我把野外求生的装备都来一套，我全要。看来是单大生意，这不得把它能用上的和不能用上的全安排一波。之后我又来到了安保工具店，毕竟末世太乱，没点武器实在是不放心。兄弟需要点什么东西？老板，我要去阿美利卡，那边风景独好，你可千万不能省钱啊！老板就按你这最高规格给我上，放心，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。末世来临前一天，我把手头上的30万全部换成了物资，放入了我的空间里面，食物、药品、武器、燃料等等，你们想得到的和你们想不到的，我都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很快末世第一天，台风来袭，不少地方都被台风摧毁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蔓延到我住的小区了。熊猫人，你快开门！再不开门，你信不信我不理你了？看来杨梦瑶来了，还把自己当做他的舔狗嘛？可惜我已非我。你怎么才开门？让我等你这么久。有事。我生日你怎么没来？跟你不熟，为什么要去？你这个舔狗今天怎么了？居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！学长，不认识别乱叫。熊猫人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么跟我闺蜜说话？你跟她情侣戒指都戴着，就别什么闺蜜了。警告你们别再来碍我的眼了。聪聪，咱们走，要不了多久他就会给我打电话道歉的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他手上的戒指吗？一会就让他赔给你。回到房间后，我陷入了深思。这个苏伟聪刚刚一直盯着我手上的戒指，难道是知道自己有空间吗？难道他也是重生的吗？或许是自己想多了。不过幸好这空间已经被自己吸收了，这戒指也没有任何作用了。末世第二天清早，我就被门外的装修声吵醒。刚出门就见一熟人，这女的颜值吊打杨梦瑶，自己也是前天买物资的时候帮了她一个小忙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还能遇见。前天真是谢谢你了，没想到居然还能遇见你。我叫霍玉玉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我叫熊猫人。打完招呼，我立马回到房间。末世已然来临，道德秩序要不了多久就会崩坏。谁敢保证这个女人会不会又是另一个杨梦瑶？仅仅一夜过后，整个城市就因为台风暴雨涨水，路上的汽车泡水全部报废。吃完早饭后，就听见门外传来哭声。开门一看，居然是一个小女孩。小朋友，你哭什么？玉玉姐不见了。玉玉姐也不要小陈了。听小女孩这么说，难道是被抛弃过吗？她口中的玉玉姐应该就是霍玉玉吧？不会的，你姐姐可能有事出去了。你别哭，先去哥哥家吧。把小纯带回家后，我发现她有点感冒发烧，立马拿了药给她吃。没多久，门口就传来了叫喊声。熊猫人，昨天是我态度不好，你不要生气。你这还有吃的吗？我实在是太饿了。对呀，熊猫人，我们知道你平时爱做饭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我们跟你买也行，我们可以出高价。熊猫人，我们知道你在家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不至于做的那么绝。办生日派对把东西吃完了，就想问自己要，真是想得美。我直接提着刀就走了出去，赶紧给我闭嘴消失！再敢在我门前叽叽喳喳，别怪我刀下无情。熊猫人，你他丫什么意思？我又不是你们爸，凭什么管你们吃喝？再来烦我信不信我让你们提前走完人生？熊猫人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再说我们又不是不给钱。别说我家没吃的，就是有，拿去喂狗也不给你们。熊猫人，我说杨校花怎么看不上你？原来你是这样的人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，咱们走着瞧。或是天灾来临，适者生存，台风洪水，极寒极热，地震海啸，虫灾酸雨。上一世我作为舔狗，带着女神在末世挣扎求生，最后却被女神和她男闺蜜背叛，落得一个惨死。如今再来一世，我熊猫人有空间相助，必将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续接上集赶走杨梦瑶等人没多久后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是浑身湿漉漉的霍玉玉，应该是刚从外面回来。你有看到我家小纯吗？一个11、12岁的小女孩。她在我家之前有些感冒发烧，我喂了药已经退烧了，你带回去继续吃感冒药就行。谢谢你，她没事我就放心了。台风一时半会估计停不了，我需要去囤些物资，辛苦您再照顾她一下，我晚上再来接她。外面台风暴雨的，你还打算出去吗？家里没东西吃了，小心点还是没问题的。说完霍玉玉便匆匆离去。晚饭我也是给小纯做了一盘9转大肠。哥哥做的菜真好吃，不像玉姐姐老是做饭把锅烧了。小纯喜欢就好，要再添些饭吗？要。晚上8点左右，霍玉玉回来了。谢谢你照顾小纯，这些物资给你。结果物资里面东西挺沉，都是一些蔬果食物。刚刚也停电了，要不了多久也有可能会停水，你最好囤点东西。回到房间后，我陷入了沉思，总感觉这个霍玉玉不简单。一觉醒来后，水已经淹没了1楼，很多1楼的住户开始挨个敲门求收留。你好，我是1楼的住户，请问可以借宿一下吗？对于这种敲门，我根本不会理会，他们也只能骂骂咧咧的离开。没多久，房门又被敲响。哥哥你在家吗？开门一看，小家伙精神了不少，手里还抱着一个大苹果。哥哥给你。谢谢小纯的好意，但是食物现在很珍贵，小纯留着自己吃吧，吃的时候不要被别人发现，会被抢走的。不给别人，只给哥哥。小纯家里有很多苹果，
这个小纯要给哥哥。如此不谙世事的孩子，也不知霍玉怎么养的。好哥哥收下，但小纯答应哥哥，这些话不能再对别人说了。不给别人说，只跟哥哥说。我也是哭笑不得，只得收下并回了他2颗奶糖。次日大雨还不见停，水位已经来到了2楼。曾经孤儿院一起长大的姐姐们也打来了电话。小熊猫，我是郑丽丽，谁把我家给淹了？你能方便我和陆羽借宿一下吗？丽丽姐房东的东西占了1间房，我这实在是挪不开，但我隔壁的隔壁没人住，你们可以搬过来，不过速度要快，我怕到时候被人抢了。好，我们马上过来。半个小时后，丽丽姐、陆羽姐如期而至。小熊猫几个月不见，怎么感觉你成熟了不少？丽丽姐，都是你的错觉罢了。2个小女娃，我们困在这几天没吃喝，你们橡皮艇借我们10时，到外面找点东西给我孙子，饿谁也不能饿着孩子。这大妈想的挺美，橡皮艇现在可是救命工具，怎么可能借人？不借？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毒气心肠？你说谁毒气心肠？是不是想找打？见我们不借，大妈直接坐在地上撒泼打滚起来。哎呦，打人了！顿时周围房间的人都出门围了过来，大妈儿子也瞬间打起了配合。不借就不借，你凭什么打人？今天我就要替你爸妈好好教育你。说完就冲上去和丽丽姐打在一起。丽丽姐可是散打冠军，这小子还真是不知好歹。惨叫一声，大妈儿子便失去行动能力。不明是非的群众立马开始起哄，人家只是问问你们至于动手吗？对啊，尊老爱幼懂不懂？抛开事实不谈，你们就没有一点错吗？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掏出刀指着出头鸟，你再说一句给我试试，信不信我剁了你喂鱼？瞬间一群人鸦雀无声，也就敢嘴巴上说，真动起手来全都是些怂包而已。10分钟后，我们顺利的来到了18层，就是这间房，但是我没有钥匙。刚说完，陆羽就掏出铁丝往锁孔里捣鼓，几分钟后门居然被他打开了，我瞬间一身冷汗，瞬间感觉家里的门不再安全。陆羽有这个能力，难道其他人就不会有吗？小熊猫，你不用惊讶，这不也是我俩住一起的时候，经常以为对方带了钥匙，就老是被锁外面，所以会一点开锁小技能。今天是台风暴雨的第10天，持续的降雨已经把3楼淹没，整栋大楼治安越来越差，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所有人戾气横生，敲门索要粮食的事越来越多了。有没有粮食借？孩子饿得快不行了。你好，有人吗？有没有粮食借？救救孩子吧！被困10天，水电气全断，谁家还会有存粮？真要是给了这家不给那家，饥饿到眼红的他们能蜂拥而上把你给分了。之后的夜晚，我也不敢睡在卧室，而是睡在客厅，身边也一直放着把杀猪刀。这天凌晨，一阵开锁声将我吵醒，我直接开门连砍几刀，开锁的当场死亡。给他打手电的慌忙跑回了队伍，动静直接把霍玉玉他们惊扰了出来。带头的几人先是心虚，随后又恶语威胁道：识相的乖乖把吃的交出来，否则别怪老子手里的刀不客气。谁说我们有吃的？这不废话，没吃的你们装这么好的门干什么？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你们一个个却水光溜滑，关起门吃独食，不管我们死活。做人哪有你们这样的？少他丫的废话，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，老子留你们性命。好啊，有本事你们上来抢！我们几人瞬间冲上去，就是一顿暴砍。他们本就饿得面黄肌瘦，哪里是我们这些吃得饱的人的对手？一时间楼层惨叫连连，在黑夜中格外阴森恐怖。总共来了6个，砍伤了3个，死了1个，另外的被卸掉胳膊奄奄一息。要粮食还是要命？你们杀人是犯法的。你们也好意思说犯法？你们这些人这些天为非作歹，整栋楼的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，有多少人被你们抢了粮食，被你们逼死了？你要是有需要，我可以替你打治安队电话，看看到时候治安队抓谁。我们也是没路活了，迫不得已才这样的，反正你们也没吃亏，就当没事发生，放过我们行吗？今天算你们运气好，下次就未必了。赶紧给我消失！10分钟后，你好，我叫陆羽，前几天刚搬来的，你身手太厉害了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你猜？气氛瞬间尴尬，丽丽姐赶忙打圆场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了，你们也赶紧休息吧。之后的几天威慑效果很好，没人再敢来18楼找我们麻烦。台风第20天，官方救援队来到了楼里进行救援。救援队你们终于来了，大家不要急，这次转移救助只针对低楼层被淹的用户，其他高层住户你们也放心，我们不会放弃你们任何一个人。救援队虽然我们房子还在，但没吃没喝的怎么办？是啊，你们怎么空手过来？官方不给我们物资救助啊！我们都是纳税人，没有我们纳的税怎么养活你们？人越多越烂，问题越发离谱。从最初的感激变成怨怼，大有你不给交代不让走的架势。因为丽丽姐和陆羽姐下被淹符合救援条件，所以也是找到了我，问问我的意见。小熊猫，如果可以，我跟陆羽想去救助所，吃住肯定不好，但起码管保有热水吧？你觉得可行吗？丽丽姐，我劝你三思，咱们这地势高位，都水淹3楼了，其他地方只怕不止。这么多人挤过去，避难所此时绝对人满为患，别说吃饭睡觉，恐怕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这么多人秩序肯定乱得很，至于吃饭更是奢望，能让群众吃个3成饱就不错了。丽丽姐听完我的话，心头一沉，还是出门去问了问救援队的人避难所具体情况，之后便是垂头丧气的回来了。丽丽姐，我知道你们是没有食物了，所以才想着去官方避难所吧。这2000块你拿去，大学城斜坡那个超市有4层，地势比较高，应该还没进完。我记得老板一家住超市里的，有可能会开门营业，别管价格多贵，买管饱耐吃的东西。现在外面雨已经停了，你们趁早去吧。谢谢你，小熊猫，等我手机有电，一定转钱给你，这算我借的，
要不我们一起去吧？我家还有一袋大米，这次就不去了。再说，如果咱们都走了，要是被人摸上门抢了怎么办？你们把钱花光，买的多分我点也行。好，如果超市还开门的话，买的东西我们对半分。带防身的家伙注意安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丽丽姐虽然带着物资回来了，但还是被楼道那群家伙发现了，一个个的眼神全是不甘跟愤怒，甚至还有仇恨，都在等着一个出头鸟，然后一拥而上。iPhone 到了大半个月，一群人居然想抢2个女孩的物资。熊猫人开门，怎么了？你2个姐姐被人堵在4楼了。这群家伙我看他们是找死。我和你一起去。来到4楼，丽丽姐已经放倒了几人，其他人见状一时间不敢上前。我看谁还敢再抢我们东西，看到没，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来一个我砍一个，来2个砍1双。看我这架势，一时间没人敢说话，就怕哪句话不对惹到我，因为我是真敢砍过来。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吗？那么多物资啊！那可是18楼全员恶人啊！上次去打劫他们的被砍伤好几个，其中一个还因为失血过多死了。那我们去官方救援队举报他们吧，让救援队管管他们。这是今天早上就有人偷偷跟救援队打报告，谁知救援队只负责救援，说这事不归他们管，等洪水退了可以去治安队举报。等等，怎么你还想强抢吗？你们别误会，我没有恶意。你好，我叫贺志安，是邻居们推选出来的楼长，想跟你们商量下组团出去找物资的事。见我们不说话，贺志安继续解释道：官方到现在都没救援，外头全部乱套了，单独出去找物资很危险，找到也会半路被抢走，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挑选身手好的共同出去找，也算互相有个照应。那你们有橡皮艇吗？这不找你们商量吗？大家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真要有个大灾难也能相互照应，不是？这话说的前半句软话，后半句就是威胁了。稍等，我们商量一下。来到一个角落后，你们怎么想的？想抢橡皮艇，先从我尸体上踩过去，拉几个垫背的不亏。这帮人心眼比筛子还多，要不把橡皮艇借给他们吧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真要把他们逼急了，这么多人冲上来吃亏的还是我们。不行，这次让他们得逞了，以后就会没完没了。玉玉你怎么看？我无所谓，你们决定就好。那我说我的看法，和他们一块找物资是不可能的，别说找不到多少，就是找到了，这么多人连塞牙缝都不够，到时又是算计，不如借给他们，让他们出去找船。城里有不少户外用品店，只要他们去得早，或许就能找到冲锋舟或橡皮艇，到时就不会只盯着咱们手里的。小熊猫，你说的是有道理，但现在外头这么乱，要是橡皮艇被抢走或是弄坏，咱们以后怎么办？你忘了我也有橡皮艇。我也有冲锋舟。重活一世，我深知人性险恶，人真要饿疯了，会彻底失去理智。真到生死关头，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，只有让他们出去找物资，对我们几人才是最安全的。那行吧，听你的，小熊猫。商量完后，我们也是回到他们面前，一块找物资就不必了，但可以把橡皮艇借给你们1天。而且我建议不要急着找吃的，先要想办法找船。贺志安等人瞬间面色欣喜，他们本就没指望我们会答应共同出去，不过是使了点策略，先提出我们不可能答应的要求，然后退而求其次。行，真是谢谢你们。不过丑话我们说在前头，我们只借这一次，如果你们弄丢或是搞坏怎么办？这咱们都是邻居，别跟我讲虚的，做邻居有你们这样窝里横的，这是我们活命的东西，借是情义，不借是本分，别仗着你们人多就硬来，真要惹毛我，杀1个不亏，杀2个赚了，谁要不怕死的就来。一时间所有人被我吓得不敢说话，他们人虽多，但没几个杀过人，顶多嘴上狠，而我们是真的狠。丫的这群家伙，刚刚人家不在，话说的一个比一个口嗨，现在倒成缩头乌龟，事到如今自己也只能硬着头皮上，谁让家里老婆孩子还饿着呢？如果弄坏了，我再赔你们一条就是。口说无凭，字据为证。你什么你？别说我不借你们，是你们选的楼长不敢借。行，我答应。签完字据后，这群人拿到了橡皮艇，个个笑得跟弥勒佛一样。贺楼长，橡皮艇是你借的，出了任何事我只找你。那是自然。听说你住1303，有老婆跟2个孩子，老母亲小孩有点问题，对不对？贺志安瞬间震愕，脸色更是煞白。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好橡皮艇的。或是台风大半个月，整个市区又彻底断了天然气，很多人被迫喝生水，但很快就闹了肚子，再加上本就缺乏食物来源，抵抗力大幅下降，有部分人也因此丧命。丽丽姐他们也被此找到了我，虽然我的随身空间囤了不少燃气，但也不可能拿出来，这是自己末世最后的底牌，绝不能暴露。小熊猫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必须要找到煤气，喝上健康的白开水。小区门口有几家烧烤店，里面应该有煤气罐，但那里已经被淹了，即使有也在水下了。天然气刚停没多久，我们还是快点去找找吧。要是等其他人回过神来，恐怕连渣渣都没了。但我们不能一起去，万一都走了被人敲门怎么办？这倒是个问题，不怕前院点灯，就怕后院失火。我练过散打，我留下来吧，怕个人多我也不怕。好，半小时后，我们也是来到了小吃店所在的街道，你们都在上面待着，我下水看看。刚潜入水下，入眼我就感觉不妙，几个小吃街的门全都被撬了。来到厨房一看，果然煤气罐早被人拿走了。回到船上后，我也是如实讲述，几个店我都有查看，门全部被撬过，里面有用的都被人搬空了。被搬空？谁这么厉害？找不到液化瓶，有东西也煮不熟，我们已经够速度了，没想到居然被人抢钱头。看来我们还是太年轻，缺乏生活经验。我知道市里液化站的位置，去碰碰运气吧。1个小时后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老规矩，我下去你们守着。潜入水下后，果然液化站的门完好无损。之前几家小吃店大概率是末世前几天被盗食物的人抢了先，之后一切很顺利。我和霍玉2人轮流下水，用消防服破门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的船上装满了煤气罐，还没高兴多久，返途的路上就被人拦了下来。
这个液化站被我们承包了，识趣的就把你们打捞到的交出来。没错，顺带把船跟其他物资留下，我们可以考虑放过你们。好，你们过来拿。你小子算你识相。几个人开着船缓慢靠近，在距离不到1丈的时候，惠玉直接掏出改装的射击枪，将几人击倒。我跳过去骑斧头就送他们回家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也是顺利把液化罐搬到了18楼。搬上来时有不少人红着眼，但我们的威名已经打出来了，没一个人敢放肆。之后我被丽丽姐单独拉到屋里。听陆羽说，霍玉玉和你一样，这趟出力特别多，而且他还出了船跟汽油。关键是我和陆羽基本没出力，这要怎么分配？我建议最好平分。那你们会不会太亏了？他是多出了船跟汽油，但如果没有我跟陆羽，光凭他一个人根本没法打捞。而且你忘了把自己算进去，要不是你留守，谁帮他带妹妹跟看家？前脚刚走，后脚就被别人抄了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不过他会同意吗？等会问问，如果他觉得自己应该多分，那就商量给多少适合。不是我联合着我姐姐们贪便宜，实在是团队合作没法做到绝对公平。这次惠玉确实出力大，多拿2、3瓶也说得过去。但如果他开口要7、8瓶呢？你不给他心里不爽，要给了轮到自己不舒服。下次轮到其他人出力多，那又该怎么算？每个人心中的天平都不同，压根没办法做到彼此满意，迟早有一天会闹矛盾，还不如一开始就把规矩定死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，我不想把关系搞僵，看看惠玉是什么态度再说。合则聚，不合则分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丽丽姐也觉得在理。好，如果他要求不过分，以后就继续合作。如果狮子大开口，咱们自己出去找物资，保持点头之交就行。回到楼道后，我也是直接问霍雨玉，这些怎么分？3家平分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自然点点头没意见，于是每家得了4瓶液化气，省得用的话1年都不用发愁了。没多久，我的门又被贺志安敲响。多谢熊猫哥提醒，我们去的及时，还真找到几条橡皮艇，这条艇还给你们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们带回来了不少液化罐，不知道是哪里得的？液化站还有吗？你不如说要我送你1瓶。小熊猫哥说的，我就问问而已。总之谢谢你们，我们有了船也就算有了希望，以后你们要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们，只要你们不找事，一切好说。并在末世爆发大半个月，有了燃气灶之后，我们几人的生活也步入正轨。小熊猫现在火也不缺，物资也算充足。你昭昭姐离这也挺近，要不咱们去接她过来吧？昭昭姐台风来袭第2天还有联系，后来再也没有了消息。自己上辈子得过丽丽姐救济，而且从小到大只有陆羽、丽丽姐跟昭昭姐3个朋友，现在条件允许还是要拉一把的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半个小时后，谁呀？张昭昭的。没这个人，你们找错了。昭昭姐搬家时，我们3人还帮过忙，找错是不可能。听女人声音不年轻，应该是中年妇女。妈，谁呀？陌生人找错门了。我们这一折腾，反倒是隔壁他们开了。朋友，请问一下，张昭昭是住隔壁吗？男人神情复杂，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。陆羽见状，立马拿出1块面包递给男人。进屋说吧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。你们要找的是那个很漂亮、说话风趣的美女吧？那美女人很不错，但就是太糊涂，引狼入室，让人给赶出来了。台风刚来的时候，现在住里面的女人带着个熊孩子来求助。我们住这么久了，都清楚那女人的德行，劝了你们要找的那个美女不要收留他们，但那美女也是非不信邪，这不没住几天就被人给赶出来了。她砸了好几次门，那一家子都不愿意开，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她就在楼道里待着，救援那天才被接走的。听完，我们所有人都十分气愤，怎么会有如此可恶的一家人？现在怎么办？打一顿赶出去。作为朋友，我没法袖手旁观，何况又是打架，张昭昭还替我挨过板砖。一拍即合，我们一行人杀到那一家人门前。里面的人听着，给你们1分钟时间，再不出来就别怪老子不客气。然而回答我们的只有空气，我也直接掏出撬棍对着每一顿输出。走，我们进去。你们干什么都说了不认识张昭昭，你们再闹我就叫治安队了。我叫你个锤子。丽丽姐直接就冲上去和那女人打了起来，那熊孩子也是拿出棒球棍，恶狠狠地朝我敲来，我直接一拳打过去，让他失去行动能力。这2人能活下来，完全靠的就是昭昭姐的救助，他们非但不感恩，甚至还把恩人赶出家门。另一边女人被打倒在地，牙齿都掉了几颗，扯着嗓子开始喊救命，可惜压根不管用，他们的为人已经被邻居们看透了，在新山的邻居也不敢救这种人，把他们赶出昭昭姐的家后，我们封死了昭昭姐的家门，并把屋里所有的物资都搬上了船，便乘着船前往官方避难所接昭昭姐。1小时后，我们跟着防卫队去找昭昭姐，房门内和房门外都挤满了人，可能因为我们带着物资包的原因，无数双带有恶意的眼睛盯着我们，要是没有防卫队的人，恐怕早就一拥而上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终于在一个没人的小角落找到了昭昭姐，她站在窗户边呆呆的发呆。昭昭姐，小熊猫，你们终于来找我了。昭昭姐直接扑到我怀里哭了起来。我们现在住小熊猫隔壁，32厅的，昭昭你搬过来一块住。不要，我要和小熊猫住。那个昭昭姐，我那房子没有空房间了，自己可不能让昭昭姐住进来，那样使用空间可就太不方便了。是啊，昭昭你就和我们住吧。那好吧。回来之后，我做东给几位姐姐做了几个小菜。昭昭你吃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让你们看笑话了，实在是官方避难所吃不饱吃不好，现在简直就像在天堂一样。昭昭姐，别说我趁机宰你，哪天洪水退了，你的100倍还回来。小熊猫你还是没变，抠抠搜搜的，放心吧，绝对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那我们呢？你们想要什么？我绝对满足。你得管我和丽丽1年的早饭，钱包在我的身上。3小时后，丽丽小熊猫和她追的那个女生怎么样了？好像是闹掰了。那女的我好几次都看见她牵着别的男人的手。是啊，跟那个女人闹掰了后，
小熊猫性格都感觉有些变了，以前就是个恋爱脑小莽夫，现在感觉长大了一样。估计是被那个女人伤得太深，现实又如此艰难。我的小熊猫啊，就让姐姐来治愈你吧。看来这家伙的恋弟癖又加重了。快打死这狗，今晚咱们就有肉吃了。末世里这群人显得极为兴奋，扬着手里的武器，气势凶狠地对峙着这只流浪狗。这可是肉啊，我们今天有口福了。都给我住手！我本来不想管，但这只狗不一样，它叫二狗。末世前我经常投喂它，上辈子为了保护我，被人乱棍打死，这一世换我来保护它。是18楼的那个家伙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走吧，18楼的那群家伙太狠了。看来恶名远扬也不是件坏事。二狗，小冤种，你终于出现了！狗爷我差点就被人给吃了，有没有吃的？狗爷我饿了。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看来你还认识我。走吧，跟我回家，这一世我保证护你安全。刚回到单元楼后，一个不和善的声音便响起：哇，有狗！奶奶，我要吃狗肉！谁想吃我的狗站出来！可恶的18楼，我们连吃的都没有，他们居然还有食物养狗，把粮食给狗吃都不给我们，可恶啊！你胡说八道，这是外面的流浪狗，它经常在小区对面趴着，我见过好几次。没错，我也见过好几次，有次还差点把我家小孩咬了，打了他大家平分。想吃肉的问问我的刀同不同意？大部分人吓得不敢再说话，但难免还有些刺头。我实话实说，这狗又不是你的，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们？它跟我就是我的，大家都不容易，要不这样好了，宰了它分你一半，其他我们再分。这个办法好，让他拿大头，我们喝点汤就行。我不喜欢吃狗肉，但你的肉我看不错。男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裤子渗出不明液体，所有刺头瞬间都老实了。他们知道我们18楼可是真敢打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带着二狗离开。刚到12楼就见那校花等人守在自己必经之路。熊猫人，你为什么那么冷血？就因为你不肯借我们物资，现在阿健饿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小冤种，看样子和这女人不对付，看来是狗爷我出场的时候了。我咬！臭狗，你居然敢咬我！我要打死你！打不着，气死你！你再敢说一句试试！熊猫人，你居然为了条狗打我！它是条狗，但你却不是个人。你害死阿健还有理了？阿健是你的队友，他饿死那也怪你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你不给我们物资，阿健怎么会饿死？要点脸行吗？我要是你们但凡还有点人性，就不会自己偷着吃东西，看着队友饿死。你们但凡每人拿点食物出来，阿健还能饿死吗？结果你们个个都是自私自利的家伙，不愿分享食物就算了，还将他的死推卸到我身上。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？熊猫人有话好好说，你太过分了。这次是踢你一脚，下次说不定就是砍你一刀了。好好珍惜活着的机会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刚回到18楼，就见几人忙得热火朝天。熊猫人，你回来了，看看我们加固的大铁门怎么样？厉害，你们太厉害了！哇，小熊猫，你带了只狗回来，今晚咱们可以吃狗肉了。可恶的女人居然想吃狗爷，这狗好凶啊！昭昭姐，你可别打他主意，这是我养的狗，你要是敢有什么歪心思，我把你屁股打烂。小熊猫，你说的人家都有点小期待呢。哎，看来昭昭姐还是老样子。这是小区门口那条流浪狗吧？以前小熊猫经常会拿东西喂它。它叫二狗，以前救过我的命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我带它回来不是给你们吃的。你们要是敢打它主意，我不会客气的。这条狗体格不错，如果训练好了，同时对付2-3个成年人不是问题。还是你有眼光，喂狗爷只想躺平啊，不要当打工狗喂。看来这只狗很通人性，就是不知道它刚刚在说什么。小熊猫，要是平时我绝对支持你，但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你的物资顶多撑6-7个月，以后是啥光景还不知道。这种大型犬特别耗粮食，你可千万要考虑清楚。对我来说，它不是狗，而是家人。物资没了可以再找，我不会抛弃它的。小冤种，狗爷就喜欢你这样的，这辈子我认定你了。这只狗我越看越喜欢，我猜它刚刚应该是在感谢你。最近洪水退了些，我们去山里打些野味吧。这几天谢谢你训练二狗了，感觉它比以前更有精气神了。有个锤子精神了，狗爷是来找你享福的，你居然找人训狗员，把狗爷都累惨了。看二狗现在都跟你说谢谢呢。喂，小冤种，你听不懂别装懂了，狗爷我真是服了你。没什么，我也挺喜欢二狗的。你不是也帮我带妹妹了吗？还教会了她算术和字母。说到底还是我要谢你。为了这次去可以顺便再砍些柴火。熊猫人，我们煤气应该还够用的，现在囤柴火会不会早了点？我总感觉快变天了，或许万一下雪没有柴火的话就麻烦了。重生仪式的我知道，洪水一退马上就要极寒了，慧玉这人可以出，自己也就编个理由提醒他一下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听你的。3小时之后，二狗你也太厉害了吧，居然能搞到这么多野兔，那是必须的，狗爷没这本事早挂了。要是你有手就好了，就可以帮我们砍柴了。喂，小冤种，我虽然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啊。二狗应该是说他很想帮忙。玉玉，看来你也很懂狗语。实不相瞒，我以前是治安队的，经常训狗，所以懂些这方面的知识。我真是狗狗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对了，熊猫人，我有样东西埋在这座山上，你能陪我去拿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带路吧。1小时后。二狗，你太棒了！还好带了二狗，要不然咱们用手挖，还真不知道挖到什么时候。狗爷，我的爪爪都挖钝了，以后还怎么挠沙发啊？这里面是2把枪和一些子弹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瞬间警惕起来。距离收留二狗也过去了1个月，因为二狗的关系，我和慧玉倒是联系的更频繁了。2人的关系在我看来算得上好，但也不至于把这种事告诉自己吧。你不用紧张，熊猫人这么几个月处下来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伙伴。你也知道，现在食物越来越少，楼道里对我们18楼的怨恨越来越多。不少人都开始造我们的谣，
说我们有吃不完的物资，我是怕他们全部联合起来，如果光靠刀，绝对是挡不住的。玉玉，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接这两个家伙，该不会是要谈恋爱吧？话说狗爷现在都还单身呢。回到单元楼后，一群人眼红的看着我们，恨不得马上就要上来抢我们背包里的物资。凭什么他们每次出去就能满载而归，我们每次出去就啥都没有？是啊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都快要饿死了，他们为什么还那么精神饱满？看来那传闻是真的，他们绝对有肉。走，我们去找楼长，绝不能让18楼再这么自私自利下去。楼长，18楼太自私了，我们必须让他们交出物资。是啊，楼长，我们先跟他们商量，他们要不给面子的话，我们可以找外面的人来，一锅全给他们端了。就是哪有这样缺德的？我们天天喝雨水充饥，他们在楼上大鱼大肉，前天烤羊肉，昨天吃火锅，闻的倒吃不着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烤你妹啊！我在13楼都没闻到味，你住7楼的能闻到味，拱火烧油也不找正当理由。但是现在物资告急，自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确实是没活路了。但是要干就一块干，我不能让自己一个人背，把所有人叫上，我们去堵18楼。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，18楼还能全嘎了不成？1小时后，贺楼长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是几个意思？熊猫兄弟，我们是来商量事的，没别的意思。贺楼长跟他们废话什么？你们把粮食全交出来，粮食归集体所有，我们按需分配。对呀，大难当头，我们要团结一心，有粮食的贡献粮食，有力气的贡献力气，这样才能活下去，不是？你们不要太自私。那我们要是不交呢？只枪他有枪，众人瞬间纷纷恐惧。有话好好说，熊猫兄弟，你千万别冲动。楼长，你怕什么？我看这就是塑料玩具枪，要有他们早拿出来了。对呀，大家不要上当，他手里的就是塑料玩具枪。被这么一喊，这群人瞬间又和打了鸡血一样，拿着玩具枪就想唬我们，你当我傻吗？是啊，就算你手里是真枪又怎么样？不过就几发子弹而已，能挡住我们这么多人吗？咱们怕个球啊！是啊，就几条人命，那么你们谁愿意去死呢？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现在下去我既往不咎。还在这虚张声势，来对着我头开枪，直接嘎了我吧，求求你了！一瞬间，楼梯口的人疯狂逃窜，发出一阵阵尖叫，壮冲挤压，不少人都被推的，被人踩在身上嗷嚎大哭。一颗子弹改变了整个局势。接下来几个月，所有人见到我们都绕着走，我们几人也是难得过上了几个月的好日子。极寒也如期而至，不少人因为没有保暖衣而被冻死，而以贺志安为首的人，那是撬开那些死去人的房门，夺取他们的物资。谁打开房门，只见门口放着一封信。我知道你的秘密，想要保守秘密，下午3点北山树林见，不能带任何人，否则我就曝光你的秘密。连名字都不敢数，还敢来威胁自己。二狗，看来下午我们有活干了。放心吧，既然你有求狗爷，狗爷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3小时后，苏伟聪就是你写的信吧？当然，我知道你有空间。那我倒是好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你不用管，反正我知道。要是这个秘密我说出去，让大家都知道你空间有堆积如山的物资，你猜那些人会怎么做？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熊猫人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。你让我住进18楼，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比起相信活人，我更相信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熊猫人，你别乱来。我要是没回去，你有空间的事就会曝光，是吗？我不信。重回一世自己对苏伟聪太了解了，这人自私自利，对自己有利的消息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。转眼间，苏伟聪飞速逃离，林中也立马窜出一道狗影，我咬，我也直接冲上去一刀毙命。谁给你的勇气敢来威胁我？我不管你是穿越还是重生，知道我有空间又怎么样？也得有本事来拿才行。之后我取出汽油，浇灌在苏伟聪的身上。对于这种不确定因素，必须完全消灭才能放心。大火烧了几个小时，我也守了几个小时，直到苏伟聪化成灰，我才离开。晚上慧玉有事把我们几人都叫到了一起。有外面的恶势力最近在我们这个小区收保护粮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轮到我们这栋了。而且这些恶势力和贺志安联系密切，怕是没憋什么好屁。如果不交会怎么样？颜值高的被拉去供人玩弄，其余的则是去找物资干苦力。可恶，这种恶势力，老子要弄死他们！果然是丽丽姐人狠话不多，但丽丽姐这些恶势力跟楼下的乌合之众不同，他们人多还有枪，打掉一波还会有另一波。那怎么办？要不我们搬走吧，小熊猫，找个地方隐居，我们结婚生子吧。昭昭姐大可不必。不吧，谁来闹事我们就打谁，宁死不屈。丽丽姐说的不错，他们要是敢来，我们就打到他们不敢来。小冤种，狗爷支持你，谁怂谁孙子，干就完了。第二天收保护粮的果然来了。我是鄂昆帮的，从现在开始你们每户人每月上交3斤粮食。凭什么我们凭什么要给你们粮食？有你们骨头硬是吧？那你们这栋每户每月交6斤。爷呀哥，6斤我们真拿不出来，您这是要我们命啊！你还不快给大哥道歉？我不，你要我们交也行，你先让18楼把粮交了。众人一听立马起哄，对18楼要是交了我们就交，1两都不会少你们的。卡牙的这栋楼什么情况？看来今天不把这18楼拿下，这事还真就不好收场了。小贺带路去18楼。大哥，咱先借一步说话。很快两人来到一角落。大哥，那个18楼真的很危险，要不咱们再多叫点帮里的弟兄吧？叫个屁啊！老子手里有家伙，怕他们吗？大哥他们。别废话，赶紧带路！再废话一枪崩了你！
从今天起，你们几个人每人每月交100斤粮食，如果不交的话，别怪我手里的家伙不客气。听到每月100斤，其他幸存者面色一喜。好啊好啊，谁让18楼这帮混蛋不把粮食分给我们，现在遭殃了吧，活该。你有家伙我就没有家伙是吗？贺志安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9条命，一次一次打18楼的主意？没有，这是一场误会。你疯了，你疯了！你怎么敢嘎我老公？我要叫治安队的抓你们！你们这群自私鬼！好呀，让他们来处理，看看你老公是怎么跟恶势力勾结，将幸存者物资逼良为娼的。贺志安老婆脸色骤变，不敢再说一句话。你把鄂昆帮的人嘎了，到时候招来报复怎么办？瞬间，一群人开始起哄，对于我们解决恶势力，非但没有感激，反而抱怨不止。是贺志安给你们的勇气，还是收保护粮的恶势力，让你们觉得我比他们好欺负是吧？我手枪一举，顿时没人再敢说话。半小时后，丽丽姐刚刚缴获的枪，你拿着。我和玉打算去伏击来报复的鄂昆帮，你们把家守好。放心吧，家里交给我们，你们2个小心。小冤种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啊！狗鱼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二狗，你是想跟我去吧？这次很危险，你在家待着就好。1小时后，这条路是我们小区的必经之路，估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来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一个老熟人就带着鄂昆帮来了。大哥，那群18楼的太嚣张了，不仅欺压我们，还不把鄂昆帮放在眼里。您一定要听我们做主啊！你小子觉悟很高，以后你就接替贺志安当楼长。谢谢大哥提拔，小的一定为大哥效犬马之劳。一共5个人，还带着步枪，看来这把伏击我们发了。等他们路过再偷袭。很快，一群人毫无察觉的将被朝向了我们，开枪。一声枪响过后，全部没了气息。有了这些长枪，我们或许可以反攻鄂昆帮。好，迅速搜刮物资，我们回去商量对策。回到家后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和鄂昆帮算得上是不死不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端了。但他们那么多人，那么多武器，我们就5个人根本就做不到啊。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治安队的人肯定做得到。就算去告治安队，那他们会管吗？鄂昆帮这种恶势力，可不是我们这个小打小闹，他们说不定已经盯上鄂昆帮了，只是在找一个适当的时机。治安队那边就交给我吧。那鄂昆帮那边的动态就交给我吧，我知道他们老巢在哪。丽丽姐，那接下来就麻烦你们守家了。好，商量完后，我和玉玉分头行动，他去盯着鄂昆帮，我则是拿着刚写好的举报信前往市治安总队。对于鄂昆帮重生一事的我特别了解，这次信里的内容绝对能引起治安队重视。步行了2个小时，终于来到了治安队。之后我便是直接将信绑到石头上，朝着治安队领导的办公室一丢，顿时警铃大响，我立马撒丫子跑路。3小时后，刚打探到一个消息，明天鄂昆帮老大黑鸡生日，到时候他们会宴请宾客，人员会很杂乱。如果我们能趁机解决掉黑鸡，鄂昆帮内部绝对会进行全力斗争，在斗争结束前，恐怕都不会管我们了。可以，那我们今晚就出发踩点吧。如果能解决掉黑鸡，治安队得到消息的话，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。18楼的危机就算过去了。而此时治安队对于今天砸进我窗户的举报信，各位都有什么看法？局长，这封信绝对是鄂昆帮内部高层人员写的，信中有关鄂昆帮的信息，我们知道的全对上了，绝对是真实可靠的。如果信中其他的内容是真的的话，那鄂昆帮发展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，甚至已经能自己仿制枪械弹药，再让他们这样发展下去，恐怕我们都治不了他们了。好，你现在就去联系防卫队组织联合行动，明天黑鸡生日是个收网的好时机。熊猫人黑鸡现身了，抓准机会狙击他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祝黑鸡哥生日快乐！感谢大家给我鸡哥这个薄面，这次不仅我要快乐，还要让大家也快乐快乐。大家看，那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鸡妮太妹，今天他们的第一夜价高者得，我宣布拍卖正式开。鸡哥一死，刚刚还欢声笑语的一群人疯狂逃窜起来，周围的保镖不知道谁是凶手，秉着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心态，对着逃跑的宾客扫射起来。里面怎么回事？局长，侦查传来消息，黑鸡被人嘎了，立即行动。除了那些被抓的女孩，里面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感觉到危险不要犹豫，立即开枪。是。而此时我和慧玉则是潜入黑鸡哥的房间，这里有个保险柜。治安队举起手来，别躲了，我看到你们了。不好，是治安队的。队长，其他房间没有人，这间房间反锁了，破门。门炸开的一瞬间，我拉着慧玉和保险柜进入了随身空间。队长，里面没人。不可能啊，我明明听到脚步声的。你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没想到自己空间秘密这么快就暴露了，可又能怎么办呢？现在出去绝对会被视为鄂昆帮的人，这是我的随身空间，还希望你帮我保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你要是信不过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。不用了，我绝对相信你，自己可不想知道别人的秘密，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没有5、6个小时，恐怕是出不去了。我们先把这保险柜打开吧。好。打开保险柜后，是一支冲锋枪和2把手枪和1箱弹药，这些东西我们平分吧。我不需要全给你吧？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这些东西来的。你确定给我了吗？确定。那我可真的收下了。在你心里，我这么不值得信任吗？不是你的问题，我在孤儿院长大，受过很多欺凌，见识过无数的勾心斗角，后来慢慢就养成多疑的性格。我或许不算好人，但更算不上坏人，你没必要如此防着我。 5个小时后，局长抓获的鄂昆帮高层全审了，没有一个人承认举报信是他们写的。不可能，举报信写的是物据信，举报者绝对是鄂昆帮内部能接触到机密的高层。黑鸡脑袋里的子弹有结果没有？
法医刚给了结果，确定子弹是咱们治安队的内部使用的型号。奇怪，太奇怪了，难不成此人是长期潜伏？可现在连窝都端了，他没理由不站出来啊！再好好审审。好的，局长。而此时18楼，熊猫人，你们怎么才回来？担心死我们了。我听说鄂昆帮老巢都被防卫队和治安队封锁了，抓了几百号人，10几辆车都拉不下。我们前进去了，谁知遇到治安队执法，怕误会被抓，只能找个地方躲着，到晚上才找到机会摸出来。这么说，咱们这次算走运了，鄂昆帮再也找不了我们麻烦。我们真是走了狗屎运。太好了，这帮人终于消灭了。1个月后，治安队决定公开处理鄂昆帮高层，一大群幸存者都围了过来凑热闹。牛牛，我的牛牛，这是我的狗，起开！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狗。你的狗它头上是写了你的名字吗？牛牛是妈妈，快到妈妈身边来。去你丫的吧，把狗爷卖到狗肉馆，狗爷不咬你就算好的了。牛牛，你怎么能凶妈妈？看到没有，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狗。再打歪心思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吵吵闹闹的。治安叔叔他们偷了我的狗。这狗养得好啊，现在这种情况都能把狗养成猪，看来这群人能力不简单。你有证据吗？就说这狗是我们偷你的。这本来就是我的狗。好了，都安静，你们2个离远点，我把狗放你们之间，狗愿意跟谁谁就是主人。1分钟后，好了，我放了。牛牛到妈妈这来。二狗过来。只见二狗缓缓地向女生走去。姐姐，我要二狗。小纯乖，我们要尊重二狗的决定。哈哈哈，这条笨狗快过来吧，这次有口福了。二狗，老子养你这么久，还没养熟你吗？你个渣狗啊！看狗爷神尿！尖叫一声后，女人一脸痛苦的跑开，羞耻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二狗则是一个贱妇，扑到我怀里。狗爷我溜不溜？二狗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渣狗。这只二哈实在是有灵性，你们有兴趣加入治安队吗？狗狗也可以加入成为治安犬。不了，我们只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。你们别急着拒绝，可以回去好好考虑一下，想好了就来市治安总队找我。几个月后，丽丽姐私下找到了我。熊猫人那件事之后，我们3人想了又想，还是想去应聘治安队。虽然危险了点，但是每个月有8斤粮食，还包吃包住，偶尔放假也能回来一趟看看你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分别了吗？也是姐姐们不像自己囤了一堆的物资，的确需要提前为自己谋出路。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如果治安队那边待不下去，18楼永远是你们的家。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18楼减员，第2天半夜，3人就背着行李悄悄离开。熊猫人，现在就剩咱们2人了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我有些不解，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。自从上次的事后，你就有意无意的避开我，你到底要提防我到什么时候？这几个月自己确实和玉玉疏远了些。自从上次被发现空间的秘密后，见到玉玉总是不自觉的有股警惕感。如果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，我们是不是就能恢复到以前的关系？你就可以放下对我的防备。玉玉，我不想。不，我就要告诉你，熊猫人，你相信重生吗？我其实死过一次，但没想到又重生了。潜意识漠视我在治安队不断的救人，起初人们还感恩戴德，后来变得就像是理所应当一样。在第10年的时候，我因救人受伤，那些被我救助的人却冷眼旁观，看着我死去。所以重生一世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退出治安队，然后我就遇见了你，熊猫人。重生一世后，我做足了准备，我不会贪心觊觎你的物资，如果可以，我屋子里的物资全都可以放到你的空间。放我空间，你就不怕我偷偷跑了？你会这样做吗？我虽然不是好人，但只要别人不打我主意，我不会觊觎有主的物资。那我们算是扯平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熊猫人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看到玉玉一脸羞红，我脑子一片混沌。我喜欢上你了，而且有点难控制。咱不是说话了做朋友当邻居吗？是的，我还是想争取一下。而且我觉得你也并非对我没有半点意思，只是害怕空间被觊觎。不是，这小娘们哪看出来自己对她有意思了？比起做恋人，我觉得还是邻居跟队友更合适。你心里真要一点都不在乎我，会在生死关头带我进空间吗？你是我队友，我救你难道不应该？如果撞破你秘密的是外人，你还会手下留情吗？玉玉的问题让我瞬间哑然。不可否认，要是换成路人，自己早就手起刀落。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玉玉了吗？熊猫人，你不必急着拒绝我，好好考虑考虑。如果你心里对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再拒绝也不迟。接下来的每天，玉玉都会做饭给我和小纯吃，一时间让我有种一家3口的感觉。就这样1个月后，3个姐姐难得放假回来一趟，我也把这件事说了出来。熊猫人，你是不是傻？白捡一个劳动力，能干活，能做饭，能暖床，肯定要答应啊！是啊是啊，熊猫人，亏你聪明一世，这件事怎么还犯糊涂了？你这个年纪正是恋爱的好季节啊！是啊，熊猫人，有女朋友的弟弟，听起来好像更吸引我了。昭昭姐，不愧是你。熊猫人一个人撑久了真的会累，你需要有个伴，面对风雨，别因为被杨梦瑶伤过，你就将自己封闭了，甚至失去爱的能力。之后姐姐们就对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恋爱教导。熊猫人都清楚了吧？这就是恋爱的技巧。等等，我总觉得不对劲。对了，你们3个不都还是单身狗吗？那啥，熊猫人治安队还有点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熊猫人，你想好了吗？走吧，去我屋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好，熊猫人，你现在能给我一个答案了吗？你真想跟我在一起吗？我第一次喜欢的男孩子，不想轻言放弃。你也知道现在是末世，我吃的可不少，二狗更是头猪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只要我还能动，绝不会让你和二狗饿肚子的。二狗与你如小纯与我，我会一视同仁的。
既然你坚持，我们可以试试。但如果真的不适合，我们不能勉强彼此，行吗？可以。说狗爷是主意就罢了，但只有狗爷是单身狗的世界，未免也太残忍了。狗爷也要一个女朋友啊。接下来半年，我和玉玉感情越来越好，小纯和玉玉也和我住到了一起。直到极热来了，气温直接来到了60度，红色的天空变为常态，下水道一股股的巨臭熏天，夜里降温，蟑螂老鼠也开始泛滥，不少人开始抓老鼠和蟑螂烤着吃，更多的人则是被热死被渴死。而我们因为有光伏发电设备，还能在极热中吹着空调，听着外界的广播消息。天灾2年官方基地和防卫队基地已建成，现在全面向各地区幸存者开放。官方基地在嘉诚，防卫队基地在惠城。进官方基地，每人需要缴纳20斤粮食，防卫队基地则需要50斤粮食，望各位幸存者知悉。上一世自己连收音机都没有，基地的事更是很后面才知道，而且知道了自己当时也没有条件进去。玉玉为什么2个基地差别这么大？底层幸存者连20斤粮食都拿不出来，更别说是50斤了。你对这方面了解吗？官方基地是由各省建立，防卫队派兵维持基本秩序，防卫队基地则是由国家建立，全面采取军事化管理，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你想进基地吗？根据我上市的记忆，官方基地只要交物资就能进，所以里面穷人富人什么人都有，各种争权夺势，弱肉强食。而防卫队基地进去的人都会被安排工作，吃喝不用担心，但是没有自由，全部要服从防卫队的管理。所以我想还是不要去基地吧，除非我们在外面快无法生存再考虑。接下来大批的人开始在夜晚组团去基地，而丽丽姐他们也难得回来了一次。基地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基地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？我们加入治安队1年里存了不少粮食，昨天我们都辞职了，打算去官方基地。抱歉，我和熊猫人还没有进基地的打算。几人听完后沉默了很一会，或许这次分别就是再也不见吧。好了，你们也别多想，我们现在不去又不是以后也不去，你们想去也得有车吧。官方基地距离我们300公里，你们几个女生带着一堆粮食徒步去，我可不放心。可经过洪涝和极寒，现在还能有好汽车吗？你们放心，在这先住几天，我这空调管够，汽车的事就交给我和玉玉。接下来几天，等小区的人走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和玉玉也是来到了地下车库。这些车泡水了，你确定能修好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囤的这些车除了空调没有其他多余的电子功能，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压缩机、发电机、蓄电池都拆了，跟我的物资一起存在你的空间里呢。只要把东西装一下，再来个大保养，应该没问题。那我把发动机那些设备取出来，然后叫丽丽姐他们来帮忙装吧。好。7天后，熊猫人，你们真不跟我们去吗？聚散终有别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，都别哭哭唧唧了。咱们又不是以后不见面了，这些粮食何由你们拿着？我们要是以后来了官方基地，你们可要请我吃饭。熊猫人，你一定要来看我们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去看你们的。这些枪和子弹你们也带着，遇到路上打击的别犹豫，直接开枪。放心吧，熊猫人，我们治安队可不是白待的。事不宜迟，你们现在出发吧。1个小时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依旧心情沉重。老公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们自保能力不差，肯定能安全到达的。我相信他们能过得很好。老公，虽然丽丽姐他们离开了，但你还有我、二狗跟小纯，我们不会分开的。天灾末世，极热降临，气温直达60度，水成为了所有人生存的难题。极少有门路的人开始在傍晚低温的时候开着洒水车出来卖水。八嘎八嘎八嘎！很明显，眼前这2个卖水人遇到了麻烦，4个巴嘎人将他们围住，看样子刚被巴嘎们打了一顿。估计这些巴嘎是想抢他们的水和车。这些小巴嘎在我们的土地上不加紧尾巴苟着，还敢如此猖狂！我和老婆对视一眼，直接快速冲了过去，在一声声惨叫中送他们回归故乡。你们没事吧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我叫秦川，还不知2位恩人姓名家住何方，在下他日必然登门道谢。天灾末世，我可不敢轻易告诉别人住址，不必了，真要道谢就说你们水是哪来的吧。如果恩人需要水的话，我可以给恩人提供20吨淡水，车里的其实是海水，都是我们从海边运过来的。之后我们也是拒绝了他们的报答，向他们了解了一下海边的资讯，便回到了家中。老公，我们要不搬去海边吧？搬去海边干什么？俗话说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我们的物资现在很充足，但也吃不了一辈子。海里面有鱼，我们可以捕鱼增加物资。而且根据我上一世的记忆，极热会让冰川融化，释放远古病毒。沿海的核电站要不了多久也会核泄漏，到时候海资源这条路就完全堵死了。听到这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上一世我过得很艰苦，而且早早就被那对狗男女害死，对后面的事的确不清楚。看来末世囤货之旅才刚刚开始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们凌晨3点开车出发。路上能见到一些夜行者，只不过我们是开车，而他们背着行囊，带着对未来的迷茫以及对生存的渴望，麻木而坚韧的前行。也有些好事的夜行人挡在我们前路，打算人体挡车。我见状直接油门踩到油箱里，一声声的引擎咆哮，吓得他们赶紧跑开。丫的，见到人还不停车，开个破4轮桥把你给色的！我呸，你个自私的坏蛋！太阳快升起的时候，来到一兰路收费处，牌子上写着单人5斤粮，小车10斤粮，大车40斤粮。5、6个光头拿着武器，守着人和车，不给粮绝对不给过。这是10斤粮食，你这要收20斤，不是写了10斤吗？
我想怎么收就怎么收，明白吗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也只能乖乖交出20斤粮食。过了收费站，我也和一些货车司机朋友聊了聊，他们这些经常两边跑的都认识了，收的都是会员价，而我们这些生面孔都是看人下菜。整个一天下来，光收费能赚几货车的物资。之后我们也是重新启程。对于这种漠视霸行，治安队和防卫队都管不过来，更别说我们普通人了。清晨之时，我们来到了海边，只见眼前密密麻麻的全是人。根据秦川所说，他们的海水就是在这进的货。看来秦川之前说的话不假，海滩和市区到处都是难民，为了获取生存资源打砸抢偷治安极差。看来我们安家就必须远离这2个地方。那我们去秦川说的富人区看看吧。行，我们出发吧。刚来到富人区门口，就被几个带枪巡逻的保安围了起来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租房的。保安看着我们破破烂烂的汽车，顿时感觉被戏耍了一样。没有，快点走，这可不是你们住得起的地方。我也不急，直接掏出一包巧克力递过去。带头的保安眼珠子都要看直了。这2年他们吃的都是臭鱼烂虾，米饭都吃不上一口，巧克力这种甜点更是梦里都没有。好说好说，房子还有就是租金有点贵，每个月300斤粮食，不接受海产品。但你们也放心，住进来保你们安全。我转头望向身后的玉玉，玉玉点了点头，没意见。半小时后，我们也是走完了入住流程。熊猫哥，您还真是眼光不错，山顶的别墅好风光啊！老罗，还是要感谢你的帮助啊！这些面包你拿着。那怎么好意思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这一来二去，我和这老罗也熟络起来，便开始向他打探一些事情。不瞒罗哥，我其实来这是想做贩卖海盐和干货的。你说这生意能做吗？只要有门路，咋不能做了？听我给你细细道来。不是搬进新家第1天，我便在屋顶加装了光伏发电，之后也是将别墅用电网围了起来，并贴上了安全标语。把安保工作做全后，我和玉玉也是出发前往海鲜市场，看看能不能在末市把生意搞起来。来到市场后，找人打听了一下，整个海鲜市场都被汤氏集团和海生基地把控，这2家是最大的私人捕捞组织。之后我和玉玉也，我不是没想过，就是怕他们的质量跟不上那些大组织。大哥大姐，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上次多亏你们出手相救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尖嘴猴，你们叫我小猴就行了。我看着小猴身后那熟悉的洒水车，大概才到个7、8步里时，你们来这里装水吗？是啊，熊猫哥。话说你们来这是干嘛呢？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。我们想拿点海鲜干货。大哥这么厉害的人，怎么会找这些小店拿干货？想来应该是门路没打通，自己报恩的时候可算来了。熊猫哥这里的人都精得很，拿货直接找我们秦哥，我们不赚你的钱，直接按汤氏集团最低价给你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拿的单量比较小，你确定能拿到最低价吗？熊猫哥你放心吧，我们秦哥救过汤老爷子命，说是救命其实就是帮老爷子找药。汤老爷子70多了，别看早年是海产业的一哥，但富贵日子过久了，得了很多基础病，天灾来的突然，救命药可不是那么好找的。我们老大帮汤老爷子找药，汤家则在海产上大幅让利。没想到秦川居然有此关系，而且此人品行不错，知恩图报，或许是个可以长久合作的伙伴。熊猫哥这个地方人多眼杂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。来到一个偏僻小落后，小猴也是敞开的说。熊猫哥一看你们就不是真有钱人，现在虽然是天灾末世，但是有钱人家的小姐照样是用牛奶泡澡。我们老大最赚钱的生意，永远不是下沉市场。我听到这也有些震惊，本以为自己末世天灾有吃有喝，就已经是超越99%的人了，没想到还是目光狭隘，和真正的末世富人一比，自己屁都不是。之后商业交谈中，我也没急着合作，留了个地址便开车回家了。夜晚秦川和小猴便找上门来。熊猫哥你可真厉害，电网和太阳能都装上了。熊猫兄，上次多亏你相助，这一车的海货就当我的见面了。多谢了秦兄，看来秦川这个人能处，自己收下这礼物也算是敲定了合作。自己空间别的不多，就是水和冰多，毕竟我是重生的，知道极寒过了就是极热，便把大量冰雪收入空间，为的就是度过极热。之后经过一番商议，我们也是敲定了20吨淡水，换500斤干海货，生海鲜则是1200斤，粗海盐则是2000斤。对了，熊猫兄，我看你们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想必也有一些门路。我有一单大生意想和你们合作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愿？秦兄，你先说说吧。汤氏集团跟海生基地针尖对麦芒，明里暗里斗得厉害，这事你们清楚吧？略有耳闻。就在今天，这海生基地不讲武德，绑架了汤老爷子，想必汤先生乖乖就办。谁知汤先生也是性情中人，雇了大批保镖，硬将汤老爷抢了回来。但老爷子眼神不太好，在逃跑的过程踩到了锈金子，这万一破伤风，可不是开玩笑。所以向各个势力寻求破伤风疫苗。天灾末世吃的还好找，这可是一粒难求啊！更何况还是要低温保存的疫苗。谁说不是？我为了找药腿都快跑断了。所以熊猫兄，你有门路吗？自己空间里药品可是囤了一大堆，这疫苗还真就有一大堆，这不得好好宰汤氏集团一把。末世降临气温高达60度，而且秩序与基础水电保障全面崩溃。续写上级秦川想要联合我，帮末世富人寻找破伤风疫苗，殊不知我的空间囤了一大堆医疗物资，对他们如同仙丹一般的救命药，对我就如同粪土随手可得。行气人秦哥，你开口了，我们想办法找找关系，但不敢保证能拿到药。行，那你们得快点，明天8点前给我消息行吗？我尽力。送走秦川后，玉玉也是和我商量起来。老公，你空间有不少破伤风疫苗，咱们要和他们交易吗？不着急，我们还得想想要什么东西。生鲜干货每天都在囤，空间已经堆了不少，粗海盐更是便宜，拿破伤风疫苗换不划算。走吧，老婆，我们去房间运动运动，顺便想想要什么东西吧。老公，你讨厌。第二天，秦川一大早就找上门来，
怎么样，你的关系能找到药吗？药找到了，但对方身份不简单，也愿意割让疫苗。但得知是汤氏集团在找药，要的东西可不简单。秦川听完瞬间面色一喜，只要汤先生能力范围之内的一切好商量。那我就说了，对方想要一艘游艇。料到公药的人狮子大开口，但没想到这么狠。要是末世前，一支破伤风疫苗不过10几块钱，一艘游艇价值7、8千万。见秦川面色一变，我也不勉强。如果换不到游艇，这自己就是到了也不会大举救不相干的人，我也觉得不划算。但对方手里仅剩最后一支，本来也没想着出手，我们费了不少口舌，他才愿意松口的。你先稳住那货主，一艘游艇是挺贵，但在有钱人眼里啥也不是。我现在就去问，你们等我消息。送走秦川后，我和老婆来到山顶，拿着望远镜打量着码头汤家的游艇。你说汤家那些人会答应吗？答应了我们就赚了，万一末世后期陆地变成海洋，我们也能打造自己的诺亚方舟号，不答应我们也不亏，后面总有办法搞到条大船的。不到1小时后，秦川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。汤先生答应了，但必须保证要在中午12点前拿到疫苗，而且疫苗要有效的。这点我可以保证，但你怎么保证他会给游艇？现在这事传开了，汤先生如果事后毁约，对他的声誉没有任何好处，以后谁还敢跟他做生意？海生基地巴不得他毁约，以便落井下石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们悄悄去拿疫苗，别被海生基地的人盯上，我怕他们会坏事。好，后面的事交给我们吧。接下来我装模作样的把车开出去，发现被一辆面包车悄悄跟踪，大概开了1公里以后，面包车才消失不见。刚刚盯上我们的面包车，你说会不会是海生基地的人？看着不太像，如果是海生基地的，好歹等我们拿到药再出手。我猜应该是普通的打劫团伙。最近我们每天出去装货，被盯上很正常，毕竟谁不想逮住别墅的大富鱼？一旦打劫成功，能吃3年。走了遍过场差不多时间后，我们也是回到家与秦川会面。见我手里抱着的冷藏箱，秦川脸都要笑开了花。抱歉来迟了，我们被人盯上了，兜了很久才把人甩掉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走吧，你们开车跟着我。很快我们就到了汤家，整个汤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庄园，一群荷枪实弹的保镖有序的在整个庄园巡逻。来到客厅，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医生立马迎了上来。医生打开冷藏箱看了看后，面色一喜的朝男人点点头。麻烦你们了，只要老爷子注射后没问题，3日后我就将游艇交给你们。3日，汤先生，我们的跑腿费要不要倒是其次，但你之前可没说过3日后再给游艇，我们不好给货主交代的。这条项链是我的藏品，末世前花了1、2千万拍的，可以抵押在你这里。末世前或许这条项链绝对会引起轰动，但现在它的价值远低于游艇，甚至连一片面包都换不到。但人家话说到这份上，又是在人家地盘上，我没有再坚持，而是将项链收下，那我就信汤先生一回。打劫都安分点，你们2个别跟我耍什么小聪明，我们盯你们很久了，刚从汤家出来，肯定得了不得了的物资吧？把东西交出来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让开，我今天不想赶人。笑死个人，我们5个人，你们才2个人，我让你个锤子，老老实实把车和货留下。你们非要这样是吗？你们住别墅的有钱人，要你们一辆破车和一些物资，不过分吧？而且我们劫富济贫乃天经地义，我们有钱，难道就活该被你们劫？少废话，车和货留下，否则你身边那个女孩可就走不了了。兄弟们可是玩得很花的哦。找死！有枪他们有枪，别嘎我们，我们再也不做坏事了。求求你放过我们，都是他逼我们的。善恶终有报，我给过你们机会了。3天后，汤老爷子没事了，今晚这游艇你们就可以开走了。看来汤先生果然诚信。之后我和玉玉把船开到无人的岸边后，直接将游艇收入空间。半个月后，秦川再次找上门来，难得秦哥跑一趟，难道又有什么大生意上门了吗？你说巧不巧还是找药，但这次是给海生基地的基地长。你替海生基地找药，不怕得罪汤氏集团？其实干我们这行是中立的，以物易物，绝不站队。但是我提醒你们一句，海生基地信誉比较差，可能有被吃黑的情况，但只要你要求不过分，一般来说他们是遵守规定的。天灾末世做大生意，哪能没有危险？不知海生基地要什么药？60个单位的胰岛素，他们基地长离不开这样，但这几天要被汤家劫了，再不注射胰岛素，他们基地长就会死，所以现在是迫在眉睫。胰岛素虽然存量多，但短时间这么多可不好找，不知道海生基地拿什么换？珠宝、玉石、海产、粮食、武器都可以，或者你们有什么需求，我作为中间人可以去沟通。这些东西说实话，我已经完全不缺了，来这的近1个月，基本上该换的都换了。至于武器，如果海生基地手里有大家伙，早就将汤氏集团轰烂了。何至于斗的白热化？见我一直不说话，秦川有些着急起来。这些东西你上家要是看不上的话，可以考虑游轮或渔船。之前他不是收了个游艇吗？或许这方面也有需求呢。行，看在秦大哥的面子上，我去问问，明天给你答复。送走秦川后，我和玉玉也商量起来，我们不会捕鱼，要渔船没用，而且渔船是海生基地生存的根本，难保他们不会翻脸吃黑，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换条游轮。但我们已经有游艇了。老婆，游艇虽然可以让我们在海上求生，可要是遇上大风暴跟海啸，一个巨浪打过来，就能把游艇吞了。万一哪天桑田变沧海，指不定能靠游轮活下来。好，老公听你的。但海生基地信誉太差，这么大的交易就怕他们吃黑，所以交货方式必须从长计议。第2天夜晚，你们上家的要求出来了吗？人家不想跟人抢饭碗，他想要的是游轮。
这样就好极大关系。要是渔船，我可就难办了。他们基地长的意思也是拿游轮换，秦哥换是可以换，但是可不能像上次一样了。毕竟海生基地信誉可不太好。那你们的意思是，先给一半，他们将船停到我们要求的地方，我们派人去收船，等收到船的第2天再给另一半。行，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，晚些再来找你们。接下来一切很顺利，我们将第一批要给秦川，然后便来到了约定的地点。玉玉也用热成像望远镜进行观察，防止附近有埋伏。不好，轮船附近草丛有人。人多吗？不多，就2个人。估计是盯梢的，跟踪是谁将游轮开走的吧？他们既然来了，想必不会轻易撒手。用这把狙击枪能打掉吗？放心，有效射程之内。接下来玉玉直接连发2枪，5分钟后，我将2人的尸体收入空间，不留下任何信息。紧接着就是将游轮收入空间。海生基地这么不厚道，剩下的药还要给他们吗？给他们，一来不想让秦川夹在中间为难，二来虽然海生基地违约在前，但我们现在收了游艇，他们要是拿不到药，指不定狗急跳墙。就在此时，一声巨雷响起，同时伴随着一声声异常的海浪声。不好了，老公马上海啸了，必须赶紧回去。据悉上起海啸即将来临，我和老婆忙活1晚上，终于把太阳能和高压电网全部拆除。但此时远处海面上的乌云已经是滚滚雷电，巨大的海浪声听得我头皮发麻。马路上有不少人开始叫喊逃跑，海啸来了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！老公，我们要不要赶紧开车回老家18楼？来不及了，要不了10分钟，海啸马上就来了，而且现在一堆人逃命，交通和秩序肯定乱成一团。对了，我有办法了，跟我来。之后我直接在屋顶拿出存的逃生舱，我们3人1狗也是全部躲在里面。而此时海啸已经彻底爆发，人们瞬间被海浪吞噬，一切的一切都被卷入海底。说来也可笑，汤氏集团跟海生基地斗得你死我活，无非想争做这片海域真正的霸主。可是只需一个漫天海浪，就将双方用血汗建立的地盘摧毁得干净彻底，渔船没了，盐田被冲垮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。这里我们再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。天啊，有逃生舱，我们快爬上去。要出去解决他们吗？不用了，海啸应该也快到我们这了。很快一群人便来到了楼顶。开门，我有钱，金银玉石翡翠，房子车子也有，给我一个位置就行。我有粮食给你们5000斤，求你们快开门。熊猫哥，我是老罗啊，求你行行好，给我个位置，我不能死啊！家里上有80岁的老母，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我真的不能死啊！面对他们的恳求，我们没有丝毫触动。末世天灾，人心隔肚皮，在这个吃人的末世，轻易信任别人就是自寻死路。见我们没有任何反应，几个人发狂的敲打逃生舱。开门，我们要不能活，也得让你们陪葬。对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熊猫人，你个冷血的混蛋！这叫信不信狗约刨你祖坟？姐姐，我怕。别怕，把糖吃了就好了。吃下糖后没多久，小纯便完全的陷入了沉睡。你给小纯喂了安眠药吗？24小时的药量。准备好海啸了。眨眼间，我们的房屋就被海啸吞噬，巨大的震荡，差点让我把饭都吐出来。你们感觉怎么样？狗爷，我头好晕啊。我很好，没什么问题。3小时后，海啸退去，我们一行人立马趁机逃往老家18楼。一路上都是倒塌的房屋，没有看见一个活人。而此时，熊猫人即将经过的路上，我先来，你们待会1人1刀，谁也不准例外。可是他救了我们，不然我们早被海啸吞了。别说那些废话，但凡有点办法，我也不能干这种事。但现在大家的家当食物全被那该死的海啸带走了，反正他也快挺不住了，吃了他大家一起活下来，不吃他大家都会饿死。呦，还真是会说歪理啊！见到我们手里端着枪，个个吓得都不敢作声，带头的立马把刀收起来，满脸堆笑。帅哥美女，我们家当被海啸冲毁，而救我们的英雄又受了伤，你们有没有食物跟药？别在这废话了，给你们2个选择：一立刻在我眼前消失，二我把你们全宰了。不是帅哥。我的耳朵，我这人天生脾气暴，不好惹，说话不喜欢重复。见我们面露杀意，众人心有不甘，却又怕死，只得纷纷离开。谁知有人心思重，还是念念不舍。等等，我们不能把英雄撇下，要不我毙了你，让他们带走。男人吓得立马疯狂逃离。他应该是累得虚脱了，喝点水，吃点食物，休息一下就能恢复。之后我们带上防卫队员继续返程。接下来一路上都能看见海啸幸存者，不少人想拦车抢物资，都被玉玉击毙。很快我们也是遇见了来救援的防卫队，看到被担架上昏迷的队友，带头的也是湿了眼眶。谢谢你们一路保重，你们也保重，把自己照顾好了，才能救更多的人。很快我们又来到之前那个收费点，但这次收过路费的不是上一批人。车我们要了，里面的小孩和狗还有这个美女留下来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小美人不要怕，叔叔们带你去玩，我们那儿全是好吃好玩的，还有好多鸟儿看，比你跟着这个废物好得多。你居然敢踢我！现在从我眼前消失，我还能放过你们？我呸！小子，你成功惹毛了老子，老子要把你们全都宰了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投。很快我们就回到了18楼，但因为天灾的原因，墙面已经开裂了不少。这栋楼问题很大，看来这里也不能常住了，万一遇到地震绝对会坍塌。我们要不去澳园看看？在我上辈子的记忆里，地震过后只有那里的楼没有塌。1拍2喝后，我们很快来到了澳园门口。这小区门口居然还安排了人看守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大哥，我们出来找房子，你们这有房子租吗？你们从哪儿来的？为什么要租房子？我们住大学城附近，住的房子有裂痕，不安全了。
有房子，但是要交房租，而且还得面试。好家伙，租房子还要面试，还真是稀奇了。但我也不是不能理解，毕竟末世人心叵测，谁也不敢轻易放别人进来。万一是披着羊皮的恶狼呢？看来奥园小区安全性还可以，不像自己的小区阿猫阿狗都能进来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一个儒雅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。你们好，我是何天明。介绍完便开始一顿盘问，把我老家都给问了出来。我们只是想租套房子，你们是在查户口吗？抱歉，你误会了。奥园1期刚竣工没多久，没想到天灾就来了。那时我跟好几户业主刚搬进来，其他房子全都是空的，独木难支。我们几家抱团求生，后来又陆续收留了些人。到目前为止，小区已经有100多人左右。眼下生存环境恶劣，人心更是叵测。我们小区虽然对外出租，但也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。只要住进奥园，我们以后就是一个大家庭的人，所以会对入住人员筛选格外严格。我天灾前是心理咨询师，所以担了面试的工作。我希望每个住进来的都是好人，能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现在能有资格入住吗？当然可以，我看得出来你们都是有本事有底线的人。但是凡住进来的人，每户要出1名劳力，每天对小区进行巡逻，你们有意见吗？没问题。租费怎么算的？每月20斤粮食，但因为你们末世前职业是治安队和医生，如果霍小姐可以教小区的青壮年防身御敌术，熊猫先生可以给小区居民治病，我们可以减免10斤粮食的月租费。听到这我算是明白了，能不能入住奥园最重要的就是本事，他们只收有本事的人。行，我们考虑一下，晚2天给你答复。警惕惯了我可不敢直接入住，必须先把奥园摸清楚再说，别到时进去被包了饺子。之后我们在远处的大楼利用望远镜观察奥园。看来这小区的确如他们所说，只完成了1期，其中3栋有人居住生活，另外2栋完全闲置，而且他们居然还在小区打了水井。根据我观察，每人每天可以领半桶水。这么说的话，奥园的确生活条件比周边好一大截，但是条件越好，成他人眼中钉的可能性越大。他们想法很好，打造一个美好的社区，但他们战斗力弱不好手，环境如果继续恶劣下去，失手是迟早的事。老公，奥园有隐患不假，但如果去别的地方找租房，带着小孩跟狗同样危险，一天到晚不得安生，到大地震还有坍塌风险，找了等于白找。奥园上辈子没塌，虽说这辈子未必，但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。行，我们接下来再观察几天吧，今天就先回去吧。刚回到家楼下就被一群人拦了起来。你们就是18楼的是吧？怎么有事？你们该不会忘了收费站嘎人的是吧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诛之。有问题吗？你丫的嘎了我们那么多兄弟，怎么你想去陪他们吗？花臂，你回来！你嘎了青钢基地好几个兄弟，按规矩我们要替他们报仇的，但是我们老大爱惜人才，只要你们答应加入基地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没兴趣，我劝你最好考虑清楚，我们非但不追究，还能吃香喝辣的，美女随便你挑，外面可没有这待遇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兴趣。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请你别后悔今天的选择，我们走。半夜我被一群脚步声惊醒，发现居然有人打算安炸弹炸死我们。春哥，我们干嘛不白天的时候宰了他们，非要大半夜过来安炸弹？你小子能不能动点脑子？你忘了你的几个好大哥是怎么死的？周围的人哪个不说，住18楼的个个都不好惹，你可长点心吧。很快几人安完炸弹便飞速撤离，我们3人1狗也是立马抄近路，走安全通道，提前来到了楼下进行埋伏。看见没，这就是智慧，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把他们全嘎了。什么18楼在我智慧面前也不值一提，给我点火！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，18楼瞬间被炸得烟消云散。我们也是趁着巨大的爆炸声，迅速的开枪将他们解决掉。到此他们都还保留着一脸的微笑。这青钢基地不能留，否则我们就是住进奥园也不得安生。老公，我有个主意，这青钢基地和乐龙基地都是靠着收过路费赚物资，两家又离得特别近，所以关系简直势如水火。你是说让他们狗咬狗？没错。计划好后，我们立马戴上飞机头假发，开着青钢基地众人留下的车，飞速向着乐龙基地的收费点去找茬。接近收费点，我们二话不说，直接一梭子打过去，就是留一个活口，而这一个活口也是被我们打得鼻青脸肿。回去告诉你家老大，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，敢跟我们青钢基地抢饭吃，嫌命长了是不是？还不快给老子麻溜的消失！是，大哥，你们青钢基地有种，给我等着！今日支持我乐龙基地必将100倍奉还。紧接着我们又开着刚缴获的乐龙基地的车来了后故技重施，哈哈哈哈！你们青钢基地就这点本事，还敢出来丢人现眼，老子真是替你们臊得慌！回去告诉你们老大，识趣的赶紧俯首称臣，再敢跟我们乐龙基地叫板抢饭吃，小心摘了他脑袋当尿壶！今天老子心情好，留你一条狗命，还不快给老子麻溜的消失！最后一个飞机头神情痛苦，满脸愤怒，最终却连屁都不敢放，飞速的跑向基地。干完这些后，我们也是直接入住了奥园。两位果然是好眼光，入住我们奥园绝对不会让你们后悔。现在我们第3栋已经基本完成了装修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环境绝对让你们满意。何队长，我们养着条狗，不太方便跟别人住上下楼，独立空间对彼此都好点，方便开4栋或5栋啊。自己狗子8、90斤呢，天天在别人跟前晃，不把别人勾得口水直流才怪。4栋、5栋只是装修了外墙，里面还是毛坯，不太适合居住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自己装修，行，你们能接受就没问题。接下来我和玉玉便把家简单的装饰了一下，顺便安上了低调的防弹门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教小何猎枪，而玉玉则是外出监视青钢基地和乐龙基地的动态。3天后，青钢基地和乐龙基地已经火拼了数次，两方都损失惨重，打算明天在绿岭山和谈，到时候两边的基地长都会现身。
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，只要我们躲到暗处开一枪，他们绝对会不死不休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踩点埋伏。第二天不出意料，两基地长都带着一群小弟来和谈，而我和玉玉也是埋伏在2个相反的方向，分别瞄准2个基地长就上枪。之后整个树林便传出来此起彼伏的枪声，而我俩也是立马开车撤离。治安队那边我联系好了，他们应该马上就汇报。其实现在看来，他们到不到都无所谓，两边老大都死了，现在他们是真正的不死不休了，哪还有闲情逸致来报复我们？回到奥园门口后，就发现前面被一群外人给围了起来。这群人是奥园周围居住的村民，知道这奥园有水井，所以隔3差5的就会来闹事要水。这块地本来就是征收我们村子的，水源自然属于我们，你们识趣的赶紧交出水源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什么叫你们的地？你们拿了开发商的钱，这地和你们没有半点关系了。我们业主买了房，这地就是我们的。双方之后吵得你来我往，不可开交，一场大战是跑不了了。都住手！你们再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村长别怕，咱们这么多人，他们就几颗子弹，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他们。我丢啥时候了？你小子还拱火？来，你来吐口唾沫试试。而我也是默契的将枪口指向杀马特，子弹不多，但杀几个带头挑事的没问题。谁想死尽管站出来，我们成全你们。原本气势汹汹的杀马特立马撒开鸭子的往家跑，其他村民见状也是一路狂奔。谢谢你了兄弟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找我。接下来大家也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感谢。好了，大家都散了，各回各位吧。之后何天明便边走边跟我们聊，刚刚真是谢谢你们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你们刚来对这事可能不清楚，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经常发生，以前我们都能应对过去，只是眼下越来越缺水，对方也是没了活路，才被逼成这样的。你们不是有打井技术吗？据我了解，我们这区域地下水它比较丰富，帮他们打口井，他们有了水源，我们这边才能真正安全，你说是不是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只是他们完全不信任我们。不过你们今天把他们镇住了，我想他们村长应该能冷静下来，过2天我再找他谈谈，如果他们愿意放下成见，我们可以指导他们打井。回到屋子后，收音机开始播报近期我们这的大事件。今日我区域治安队接到举报信，成功打掉金刚基地和乐龙基地2大恶势力组织，解救48名女性和9名儿童，收获6万斤粮食及其他物资，该物质将会被全部用于救济灾民。哥哥，那些坏人终于被治安队消灭了，很多人都得救了。是啊，咱们也不用再东躲西藏了。深夜之后，我和玉玉睡不着，也是边走边规划以后的路。老婆，你的那封信立大功了，官方已经计划把那6万斤粮食做成了月饼，等中秋的时候就发给我们这些灾民。我想要不我们写封有关末日的信，把以后会有的灾难告诉官方，让官方有足够的时间应对。老公，你不说我也正有此意，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。话说接下来地震也快来了，距离这不远有个交易街，老公明天你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用得着的东西，我明天就去送信。好，第2天刚来到交易街就遇见老熟人。大哥，真的是你呀，我还以为你死在海啸了呢。嘿，你小子咒我是不是？哪敢啊哥，你秦老大没事吧？我和秦老大说来也是命好，那天本打算去海边收获，谁知半路上秦老大儿子发烧了，我们火急火燎的就往内陆我们认识的医生家跑，刚好就躲过一劫。海啸过后，我和秦老大找了你们几天，连根毛都没找到，老大还以为你们遇难了，惋惜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想着你们要是有家人什么的，可以给点救济物资，但是我们没有你们在凤城的住址。看来秦川真是重情重义。寒暄过后，我也是拖尖嘴猴采购了一批抗震物资和一些医疗物资，相约过几天碰头交货。刚回到小区门口，何天明火急火燎的就赶了过来。熊猫医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咱小区杨伟民身体出了些状况，你赶紧跟我去看看吧。来到地方之后，就看见那杨伟民倒在地上，面色痛苦。爸，你不能出事啊，我就你这一个亲人了，你不能丢下我啊。儿子爸没事，就是肚子难受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你爸平时有其他疾病吗？没有，他身体平时挺好的。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？我爸今天生日，我特意买了点鱿鱼，会不会是没处理干净？我这还剩了一半没做菜，我现在就去拿给你看。很快那还没做完的鱿鱼就交到我手上，闻了闻这鱿鱼特别的腥臭，再联想到之前老婆跟我说极热让冰山融化，释放远古病毒被部分海洋生物吸收，而这其中就有鱿鱼，就是这鱿鱼的问题了，赶紧给他催吐洗胃。不行啊，医生，我这肚子里的可是肉啊，只是肚子疼而已，我忍忍就好了，不能催吐啊，肉实在是太珍贵。赶紧洗胃，这鱿鱼有问题。别漠视这么久，我好不容易吃一次肉，不就是肚子疼吗？我忍忍就好了。爸，你就听熊猫医生的吧，妈已经走了，你要是再出什么意外，我可怎么办啊？别哭爸，听你的。之后一切都很顺利，杨伟民洗胃完后肚子也不疼了，就是整个人之前被折磨得太狠，躺在沙发上休息了起来。而何天明则是一脸的疑惑，熊猫兄，这鱿鱼到底是哪有问题啊？是不是没有做熟导致的？毕竟这可是肉啊，咱得问清楚才能决定丢不丢。之后我也没有隐瞒，编了一个不存在的朋友，以他的话将远古病毒的事告诉了何天明。熊猫人这是非同小可，每天有那么多的海水海货过来蹦城，如果真有问题，指不定会死多少人。要不我们去趟居委会把这事反映一下吧。何队长，这只是我朋友的道听途说的，并没有任何证据，万一调查出来不是，我们岂不是造谣滋事了？
第二天清晨，杨伟民完全好了起来，与何天明也是就此事聊了起来。老杨，你现在情况恢复的差不多了哈？是啊，这次命大阎王也没收。这次幸亏是有熊猫人帮助。对了，你说这是咱们要不要上报居委会，让更多的人警惕起来？我觉得居委会应该不管这种事吧，干脆咱们去治安队吧。咱们这治安队本事可大，先是打掉了恶坤帮，然后又清理了危害幸存者的青钢基地和恶龙基地。我相信这件事他们肯定管。行，你那有余没丢吧？咱现在就去治安队反映情况。不久后，治安队邻居今天来了2个挺奇怪的男人，他们拿了半块鱿鱼过来，说是可能感染了远古病毒，差点吃死人了。他们人呢？他们反映完情况就走了。这送匿名信的人到底是谁？第一次信件帮助我们端掉恶坤帮，第二次信件让我们顺利清剿了2个恶势力，第3次信件则是预言了末世灾难。这个送信人还真是神秘，信里说有远古病毒，没想到这就有人上门反映了。如果信里的预言都是真的的话，那咱们治安队人手绝对不够，去从治安巡逻队选拔一批身手好的，破格提升为正式治安员。而此时，熊猫人也和尖嘴猴完成了交易。熊猫哥，这批货我帮你搬车上吧。不用了，待会我自己来就行。对了，最近怎么不见你们卖海产品了？最近海产品可是出大事了，熊猫哥劝你也别做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仔细说说。海啸之前海货分369等，那都要挑着来卖，但海啸之后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些鱼个体大肥美的，这种好货按以往的经验，自然是先供给上流社会，结果出事了，富人区连着死了几个人。老大嗅觉敏锐，感觉是海产出了问题，于是坚决不搞海产了。现在末世真是哪都出问题了，海产都不能吃了。哥，你可得把我话放心上，千万别去买卖海产，我还想跟你继续交易呢。行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以后有生意第一个找你。回到家后，我也和玉玉商量了起来，我们囤了那么多海产品，现在咱们还吃吗？我觉得应该都是海啸后的海产有问题，咱们自己之前囤的海产都吃几个月了，也没见有什么问题。说的也是，咱们都吃几个月了，不过以后还是小心点，奇形怪状的海产品就别吃了。之后的日子，我也是跟着何天明，带着一堆人帮之前闹事的村民打好了水井，眼下这个外患算是暂时解决了。熊猫人等人走后，杀马特也露出了智慧的笑容。村长，咱们跟着那帮人打井，这打井的手艺也算是熟络了，要不咱拿着这手艺去挣钱吧？何天明那么聪明的人，为什么不利用这手艺赚钱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聪明什么？我看他就是脑袋不好使。我看你才是脑袋不好使，有命赚也得有命拿回来才行。前脚红泥打井，后脚把井打好，别说给物资了，指不定还合伙把你烹饪了。即使有命拿回来，你守得住吗？村里有水源的事，你们都把嘴捂严实了，谁要敢泄露出去，就是与整个村子为敌。话音刚落，大地忽然开始震荡，地震来了。不好，地震来了！持续震荡1分钟后，地震似乎是暂时停止了。我们也赶忙逃往小区空地，现在空地上还没几个人，估计大部分人都还没缓过神来。何天明一群人反应很快，拿着大喇叭就开始广播：只拿紧急物资，马上撤到小区空地，快，保命要紧，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带。而我们也是提前就把车停在了空地，现在就准备开往早就计划好的避难点。何天明见我要开车，立马跑了过来：熊猫兄弟，地震可能很快就再来，你怎么还开车？亲戚家里有老人，行动不方便，我们必须赶快去救援他们。随便编造一个理由后，不到20分钟就来到了我们计划好的避难点。让玉带走小纯后，我一个人直接建车放入空间，再将逃生舱拿出空间，3人1狗很快就坐入逃生舱中。刚进去不到几分钟，强震感就袭来，我整个人也是被震得肚子一阵翻滚。半小时后，小纯，你身体有不舒服吗？没有。狗爷头好晕啊，真是震得狗爷难受死了。之后的几天里间歇性的地震，直到1个星期后，再也没有任何震感传来。我们现在回小区吗？再等等吧。说罢，我拿出望远镜看向城市，环视四周房屋坍塌，地面开裂，到处残破不堪，满目疮痍。这就是大地震摧枯拉朽的破坏力，破烂到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认它原来该有的样子。之后的几天，我们开始住帐篷。之前憋在逃生舱的几天，位置狭小，而且空气不怎么流通，大家的精神状态因此都很疲倦。夜里我发现玉玉一个人看着远方的城市发呆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这次我们写了灾难预言信给官方，应该有更多的人可以活下来。你上辈子的地震是怎么过的？事发突然没有任何征兆，当时我连着2天没休息，正在宿舍睡觉，突然地动山摇的，人从床上翻下来，根本无法站稳，身体被倒下来的家具砸伤，记得当时额头撞破，鲜血流了出来，但凭着多年养成的反应，我很快冲出宿舍，而下一刻房子就轰然倒塌。地震稍微一过，就去挖被掩埋在房子里的战友，期间接连发生余震，不少参与抢救的人先后受伤，而徒手挖出来的战友大多数都没有挺住。提起往事，仿佛仍然昨天。霍玉玉心情沉重无比。熊猫人，你呢？我那时候一个人出去寻找食物，刚好没在屋内。地震的时候被飞石砸伤，伤口还感染了，昏迷很久才醒的。醒来之后，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。我翻了很久，找到些食物，继续熬着，但最终还是没逃过惨死。但老婆，你放心，这一辈子我们绝对能活下来，还能活得特别好。几天后，我们也是开车返回小区，路上一声声的哭喊不绝于耳，大部分人都陷入丧亲之痛。而回到小区，何天明也在组织人员修复倒塌的外墙。快点，大家都加把力，只有把墙
气起来，我们才是安全的。见我们回来，也是赶忙迎接了过来。你们没事吧？还好受了点轻伤，大家怎么样？没想到地震那么严重，小区7、8成的人都有伤，幸好大部分都是轻伤，但有10来人情况比较严重。等余震过后已经没气了，唯一庆幸的是房子没裂痕没塌。看来之前的开发商是个实在人。我们这些人也计划组织民间救援队，帮忙搜救周边小区的遇难者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加入进来。以何天明的性格组织搜救队我不意外，但我可没有这种想法。60度的高温，正常人哪怕做好防护措施，在阳光下也顶不住2个小时。不知何队长打算如何组织并安排救援？以自愿为原则，我们在救人的同时，也要保护好自己。到时带上遮阳棚，搜救队员累了就休息，不能为了救人而逞强。救出来的人可以送到官方临时收容所去，愿意参加的社员每家出1人就行，多了我也不建议，毕竟小区的巡逻队也不能缺。看来何天明安排事情头脑清醒，不会为了救人而不顾后果，是个聪明人。另外有个坏消息，小区的井坍塌了，在确定余震彻底结束前，不能冒险修井，所以最近大家都要省着点用水。好的，何队长，我知道了。至于是否加入救援队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晚些给你回复。回到家后，我一眼就看出来老婆有心理事。老婆，我不会参加救援队的，但你可以自行决定。上辈子我没有得到别人的救援，找到的食物差点被抢，要不是豁出性命对打，我压根保不住物资，所以对陌生的幸存者，我根本没有好感。但老婆不一样，她上辈子是治安队的，思想层次自然比我高。看到这么多人受灾，官方救援队忙前忙后，力不从心，或许想尽自己的一份力。谢谢你，熊猫人。不过救人的同时，我希望你不只考虑如何救更多的人，也要想想家里还有我和小纯。老公，你放心，你和小纯都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会把握好分寸的。二狗我也想带着，他的鼻子能在废墟中起大作用。不要，狗爷才不要去晒太阳。看来二狗也想和你一起去。喂，铲屎的，读不懂狗语你别乱翻译啊，真是苦了狗爷我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玉玉也是和何天明等人配合官方救援队积极救人，短短几天就救了近20人。第4天夜晚，玉玉也是一脸疲惫的回来了。那啥，狗爷累了，狗爷要睡觉，你2个别在半夜打扑克了哈。狗爷单身狗可出不消。二狗别叫了，小纯在休息，你要是把他吵醒了，给你端一餐狗粮。老婆，我听说救援队解散了。老公，再往后基本上救出来的都断气了，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。行，热水澡烧好了，你洗个澡，我一会给你按摩放松一下。第2天一阵敲门声就响起，出门一看是何天明。熊猫人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？不知道，2个男的，看起来痞里痞气的，不像好人，你可注意点。痞里痞气，我没这样的朋友，更没这样的仇敌。难不成青钢基地或乐龙基地的余孽没有死绝，打了鸡血要来寻仇不成？等我来到门口后，发现居然是秦川2人，2人头上都绑着绷带，因为受伤的原因，2人表情一脸严肃，没有笑容，看起来的确不像好人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哥，你没事就好，我们都担心你呢。买卖人的嘴，蒙人的鬼，我信他才怪。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昨天澳元的救援队去了我们所在的楼盘，我一眼就把霍姐认出来了。说吧，有什么急事，带着伤就来找我。我想搞批药跟水药的比较急，你有办法吗？秦哥要有多珍贵你清楚的，别说搞一批救命药，搞几颗都很难。我知道，这不突然地震，我和我儿子被压在废墟下，是官方救援队冒险把我们救出来的。我这人向来知恩图报，听说官方救援缺医少药的，不少冒着危险救出来的幸存者，却因为缺医少药只能等死。那么多幸存者，你就算捐药又能救多少？说实话，如果是平时秦川自己用药，自己肯定给他，但如果是去救人，自己囤的药全加起来也是杯水车薪，而且末世还不知道会不会结束。这种为了救人把自己后路断了的事，我是坚决不会做的。熊猫人，我是真想报答救援队，他们救了我和我儿子还有尖嘴猴，不报答他们我们心里难受。这样吧，要的是你们就别想了，我上家因为海啸的事早没了联系，但是水我可以给你们搞来1车。熊猫人，谢谢你，你想交换什么尽管提。什么都不要，算是我个人匿名捐赠，要是相关部门问起来，你不能将我供出来，只能说是你们捐的。强地震不止摧毁了楼房，大部分的私人打的水井也塌了，1车水可是20吨啊！熊猫人，你知道多珍贵吗？你这样牺牲太大了，多少也要留下名字吧，以后灾后重建有好处的。不用了，我不图名利，我也曾受过官方救助，这车水算是我的回报。告别秦川等人后，路上遇见何天明，看何天明一脸不安，我也是问了起来，何队长你这是怎么了？熊猫人，咱们小区遇到麻烦事了，绝对的麻烦事，官方那边来人了，想要我们腾出几栋楼给无家可归的灾民。瞬间我心里一股危机感袭来，何队长你答应官方收留难民了？救援归救援，我何天明同情难民不假，但人还是理智的，如果放他们进来，难不成咱们吃喝，而难民在旁边看着，咱们撑死不过5、6分饱而已，水源更是稀缺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那些难民可什么都没有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他们一旦进来，怎么可能还会出去？但现在是特殊时期，即使我不答应，官方也会强行征收房子，安排他们住进来，这才是我苦恼的地方。何队长既然拒绝没用，那我们就积极配合。6到8栋不是烂尾楼吗？咱们把难民安排到那去，然后再建一堵围墙，把他们隔离出去。一旦恶风可风的他们想要冲过来，咱们也有自卫的反应时间，并且要强硬要求官方派人过来管理。为避免生乱，最好要有防卫队，一旦难民生乱，他们还能出面制止。何队长，这就要靠你跟官方谈了。熊猫人，你的建议很不错，我回去整理下思路，希望到时候能有个好结果。
国。回到家后，我也是立马把这件事反映给了老婆。我还以为奥元会是末世的净土，没想到同样是危机重重。是啊，可惜外面也没有更安全的地方了，离官方越远越危险。在官方势力触及不到的地方，不但聚集着恶势力，还有大批被末世逼成怪物的人。想到上辈子如老鼠般四处躲藏的日子，哪怕重生一次，我仍然不寒而栗，恐惧从骨子里不断渗出来。第二天，在一个偏僻树林，我也是和尖嘴猴会合。你开这车是来装水还是来装炸弹的？没办法，熊猫哥，这其实是水罐车重新喷涂的，刻意做的危化品标志。我来要是直接开水罐车出来，那些可到发疯的难民能把车都给你扒碎了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哥，你说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给你办了，帮我搞30把喷水枪，至少能喷10米的那种。哥，你要那东西干啥？现在水都没有，要那东西也没用啊。我那小区遇到点麻烦，我打算用喷水枪喷汽油，到时候好击退危险。那哥，你什么时候要？今天就要。我操！哥，你就是把我剁了也没这效率啊！我不管今天你不给我喷水枪，这车水你也别装了。哥，你可是我唯一的哥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威胁我？你要是不给我水，老大绝对会打死我的。不想死那就想办法，真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。行，我赌上自己一生的信誉，尽量帮哥你搞定。装好水之后，我也是跟着尖嘴猴去拿货。路上不少人在后面追逐，想要抢劫，更是有不少大聪明躺路中间，我都无语了。末世2年多了，打劫方式能不能与时俱进了？还玩末世险那一套，我们也没刹车，直接就冲了过去。既然这么爱往地上躺，那就永远别起来了。5个小时后，我要的货也是全部装车。哥，你算是让我把这辈子攒的人情都用光了。我也不说话，直接从后备箱掏出一箱常用药，给了尖嘴猴。按现在的行情，真金都换不了，给你的别声张。尖嘴猴接过药箱，眼睛都湿了。哥，谢谢你，咱这批货喷个10来米没问题。要是有故障，随时来找我，我给你保修。回到小区后，何天明也告诉了我官方的态度。官方表示理解我们的担忧，并且答应了请求，同意6到8栋安置难民，可以得到5000积分。将来新城区建好后，可以用来抵扣购房物资。另外，官方会派安置人员过来，对难民生活上给予一定的救济。安全方面派一支队伍过来常驻，但目前抽不出人手，只能让治安队顶着。眼下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治安队和防卫队交接的时候，可能会出现空白期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们也是建了道高墙，将小区6到8栋完全隔离。而此时，一辆辆的运兵车向我们小区开来，车上是一群群饿红了眼的灾民。此时再看向被隔离出去的小区，里面已经挤满了人，粗略的算了一下，不下3000人。而此时，某一房间内，隔壁的那群人你们见到了吗？个个看起来就知道有不少粮食，咱们必须想想办法。能有什么办法？那墙已经把我们堵住了，而且墙那边还有人看守，墙这边还有治安队，咱们也不能太过分了。你怎么这么笨？你看看咱们住的地方，说白了就是个烂尾楼，安全措施完全不行。只要咱们偷偷推几个人下去摔死，然后起哄要住安全有保障的楼，激起灾民站在官方对立面，官方为了平息灾民的愤怒，还能不让我们住到隔壁去吗？哥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或是一群阴险狡诈之徒，为了给予官方舆论压力，居然开始草菅人命。哥，我不想死啊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。兄弟，不是哥哥们不放过你，要怪就怪墙对面的吧，都怪他们太自私了，我们才出此下策。送兄弟上路。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做人你都斗不过我，做鬼你也是个胆小鬼，一个还不够，多去安排几个。是大哥。第2日清晨，老公，最新消息，昨天隔壁灾民区有5、6个人坠楼而亡。奇怪，末世都2年多了，就算给他们住的是烂尾楼，活下来的人应该都不傻，怎么会坠楼而亡呢？该不会是被人推下去的吧？我猜测是有人想制造事端，逼官方跟奥元谈判，让他们迁到有门窗的安全楼层。就在此时，隔壁的灾民区也是传出一阵闹事声。治安队，你们看看，都怪这烂尾楼太没安全保障了，我们这些兄弟都是睡梦中不小心摔死的，我们要住安全的楼房，我们要住到隔壁去。随着这么一喊，大部分群众也开始起哄。阳台上看到这一幕的我，心中大感不妙。如果官方真的迫于他们的压力松了口，我们小区这100多人攒的物资，恐怕全都会被他们抢了。老公，你说官方会同意吗？不知道看官方的动作吧。很快夜晚来袭，原本在灾民区巡逻的治安队全被撤走，官方做出了自己的决定，用来解决这次的舆情。老大，治安队那群人都撤走了，官方这到底是在干什么？看来官方这是选择了第3条路。什么第3条路？老大，你怎么越说我越懵了？你想想，如果官方同意了我们强占隔壁，以后还会有人配合官方收纳灾民吗？那肯定不会啊。那如果官方不同意，他们能承担这3000多灾民的怒火吗？我看也难。所以官方选择了第3条路，把治安队撤走了，让我们自己斗。兄弟们抄家伙，今晚就把隔壁攻下来。熊猫人他们来了，一群群灾民开始红着眼聚集在围墙边上，像极了黑暗中的饿狼。而我们这边墙上的每个人都手握着喷水枪，但水箱里面装的不是水，而是燃油。冲啊，拿下小区，住上好房子，过上好日子。一群拿着武器的率先跑过来，我们也是直接滋他们一脸。不好，是汽油，是汽油。冲过来的人瞬间开始往回跑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有这一手。来啊，不是要占我们家园吗？怎么就畏畏缩缩了？你们这几百号人连堵破墙都过不了，猪都比你们聪明。我干你他丫的！说大话谁不会？来，老子就往前走了，我就不信你敢动我一根毫毛！你有本事就烧死我！
我笑黑坤不是吓大的。熊猫人怎么办？枪打出头鸟，要是今天他没事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出事，送他上路吧。咻的一声，很快，墙后不知道谁突然丢出一个火把，一不小心就打在了笑黑坤的身上，瞬间一股烈火从笑黑坤身上绽放，一声声惨叫不绝于耳。而之前聚集的几百号人也是直接跑没了影。远处也是突然响起一声声脚步声，一群群的防卫队踏入了灾民区。半小时后，灾民区带头闹事的主谋全被抓了起来，何天明也被防卫队请去问话。等了一段时间，看到何天明一脸笑容的回来，我就知道算是没事了。防卫队怎么说的？其实他们什么都清楚，咱们防卫的时候，他们都有人监视咱们是正当防卫。他们那些挑事的主谋，明天一早集体当众枪毙。第二日清晨，你们真的冤枉我了，我是良民啊！我什么坏事都没做，你们凭什么枪毙我？你们凭什么说我是主犯？你们还有王法吗？你们还有法律吗？张三，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？我问你，那些摔死的人真的就是意外而死吗？被这么一问，张三瞬间呆滞，不再说话。哼，我们官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都怪奥元那群自私鬼，要不是他们吃好喝好还不分给我们，我也绝不会这么做的。都怪他们，不知悔改。时间已到，该上路了。是地震刚停，又天降开水雨，路上不少出来找食物的人被烫得嗷嗷惨叫，而我在屋内也是眉头紧皱，愁的不是屋外的天灾，而是收音机里的内容。地震救灾彻底结束，经过官方考察勘探，凤城望湾受地震影响最小，将会进行城市重建。凡是向官方捐赠物资的灾民都可获得积分，积分可用于新城区房产购买。之后治安队和防卫队将陆续迁移至新城区，请各位灾民知悉。老婆，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？新城区建在望湾，离奥园50公里左右。一旦官方治安队和防卫队撤走，意味着旧城区被遗弃，将来极有可能会成为恶势力争抢的地盘。哪怕奥园的人再团结，也无法跟他们相抗衡。如果我们不想死，就必须随着官方走。老婆，你说的不错，算时间极热，也差不多快结束了。我打算拿水和官方换积分，极热过后水会大幅贬值，我们又可以用更低的价值回收回来。好老公，都听你的。第二天，何天明也是找到了我，不出意外说的也是官方撤离的事。熊猫人，想必你也知道了，官方马上就要去新城了。新城的房价最差的也要5000积分，咱们配合官方给难民提供住宿，才赚得5000积分。眼下是我奥园群众生死存亡之时，不知你有没有什么良策？眼下我建议大家去囤点沙子和木材，这2样重建新城需求最大。咱们奥园旁边就是干枯的河流，只要肯挖就不缺沙子。木材的话可以进深山一趟，奥园100多户人，完全可以交替轮休，做到24小时不间断产出。可是哪怕是这样，恐怕也很难在短时间凑到那么多积分啊！100多户就是50多万积分，何必1户1套房，让他们拼房2户1套房？既然是搬迁，肯定不可能再像奥园这样住得这么舒服，得做好熬苦日子打算。熊猫人，你这个主意不错，但我没法替社员做主，我现在就召开业主大会，把计划和其余人说一下，看他们意愿再做打算。半小时后，何天明也是把计划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其余业主。什么，疯了吧？官方要5000积分，相当于500斤粮食才能买房子，还是最差的没客厅厕所的。是啊，拼房这怎么可能？最差的房子才2间房，我自家住还嫌窄，一家人挤在一房间里，连腿都伸不直。各家各户一脸气愤，纷纷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。何天明也不说话，任由他们发泄着压抑的情绪。约莫半个小时后，众人逐渐冷静下来，纷纷看向何天明，等着他下一步指示。现在他就是这里的主心骨。如果觉得实在很难，也可以选择自己住在奥园，能承担将来可能出现的危险就行。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我个人觉得，如果能继续抱团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你们认为呢？何队长，那你搬不搬？我也买不起房，但肯定要想办法赚积分搬的。那既然你搬，我家也搬。我家也想搬，但怎么赚积分？我们分成几组，年轻力壮的男人到山里砍树伐木，力气差点到凤城河挖沙，交替轮休做到24小时不间断产出。业主大会之后，何天明也是再次找到了我，言简意赅的说明了来意。何队长这次拼房我们就不参与了，物资运输车的事你们可以联系仙嘴猴，他那边我打过招呼了，会给你们最实惠的价格。熊猫人，谢谢你们了，你们是我们奥园最有本事的人，奥园能用最体面的方式搬去新城，都靠你们出谋划策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搬新城去？大概半个月后吧，咱们有缘再见。半个月后一切很顺利，我们成功用水换了10万积分，住上了新城高端的大别墅。还没进门就听见易熟悉的声音：熊猫兄弟，你们怎么也在这？秦兄，难不成你也住这？缘分啊，熊猫兄，你隔壁的别墅就是我的，我之前来看过，一眼相中你现在这套，没想到选房的时候说被人抢走了，我当时就好奇是谁眼光这么好，今天特意过来见识的，没想到竟然是兄弟你。不好意思夺了秦兄你的心头肉，没事，以后咱俩就是邻居了。安进新城别墅后，我与秦川成了邻居，并交给了他一张别墅改造蓝图，打算再和他做笔生意。我去，你们这是打算打造碉堡啊？不至于防护做的这么狠吧？
见秦川一脸惊讶，考虑到和秦川也算老熟人，我也是给他提了个醒。我听小道消息说，以后可能会更恶劣的气候，极昼、有阴还有飓风或酸雨什么的。我这人胆子比较小，也管不得到底是真是假，还是把房子弄安全点好。行，熊猫兄，你这笔交易我们做了，找个时间我也得好好完善一下我家。几天后整个工程完毕，外观上可以做的活之前一样，为的就是不让人注意到，但防灾能力却实打实的几何倍上升，而我却高兴不起来。倒不是秦川项目没做好，而是这别墅区的富人对我和秦川极度不友好。此时一个豪华的大别墅前，一堆末世前的富豪聚集在一起，就因为今天荣家这个超级富豪要入住了。老公，这荣家什么来头？这些人居然提前几个小时来舔！我们凤城首富，末世前还曾进入全国富豪榜前10。别看咱们凤城不大，但富豪多。这些人自成一个圈子，像我们和秦川这样的，在别人面前就是个暴发户，根本看不起我们。话刚说完，几辆豪车停下，一堆保镖护着荣家老爷子和其他人走向别墅。看到了吗？那个老头就是荣家掌门人。老公，其实在我看来，他们荣家也不过是纸老虎而已。要是末世没来，荣家到哪都理应被人捧着。但末世强者握权，防卫队基地不会惯这些富豪。至于官方基地争权夺势，地位显赫的权二代不在少数，荣家却只有财富，这不就是别人的粮仓吗？我看他们就是基地待不下去了，才回到这凤城的。你说的没错，但凡他们真要有本事，也不会沦落到和我们住一起。接下来一群人便拍荣家马屁，成立了所谓的业主委员会，而荣家则是被推上委员会的话事人。荣老爷子一高兴，还给小区提了个名叫光明新城。第二天就雇了一堆保镖，在别墅区不间断的巡逻。而秦川也是一脸气愤的找到我，那群人太他丫可恶了！以后每家每月要缴20斤粮食抵物业费，第1个月要交50斤，用来建保安亭跟宿舍。就算是这样，秦哥你应该也不会如此气愤吧？我猜你生气是另有原因。果然还是熊猫兄你了解我，他们这帮人狗眼看人低，别人家都交细粮，却指名道姓要咱们两家交粗粮，这分明就是羞辱我们。而就在此时，楼上突然传来二狗的怒叫，而别墅外也响起女人的谩骂。什么人啊，养的狗真没有素质！这边的2家人住的是谁啊？怎么在荣家的欢迎宴上都没见过？估计啊，就是哪个贫民窟出来的暴发户，靠着天灾发了财。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了。那女的把垃圾丢进你墙内，二狗才怒叫的，居然还说我们没素质，不给他们个教训吗？现在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上去计较只会处于被动，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。第二天我出门回到小区门口，就见千岁侯他们被保安拦在门外。你们什么态度？我们以前隔3差5过来，怎么现在就不能进了？抱歉，小区为了安全考虑，一致决定非本区业主不能进。你们如果有事要进来，可以通知业主过来带。你们都不给我们去通知业主，怎么让业主来带？我看你就是狗眼看人低，穿了身狗皮，眼珠子长头顶上去了。要求已经告知，请你们不要在这闹事。我们就闹怎么了？以前天天来都没事，凭什么现在不让进？再闹别怪我们不客气，将你们扭送到治安队。住手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带他们进去。哥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过来找老大的，这帮看门狗愣是不让进。你也不能进去，我住50号别墅，你们看不出来？不好意思，资料上没登记，我们无法证明你是50号的业主，所以我房子买在里面，现在回不了家了。不好意思，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是本小区业主，我们无法让你进去。我算是彻底明白了，这是富人们在联手排挤针对我和秦川，想要将不属于他们这个阶级的异类赶出去，可他们忘了，这可是末世，拿末世前的玩法，就是在自寻死路。如果阁下能证明自己是50号的业主，我们自然会放你进去。如果你证明不了，那就请你们赶紧离开。是富豪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要被我一个小保安拿捏？今天也想让你进，你才能进，也不想让你进，你怎么都进不了。如果我们非要进去呢？那就别怪我们拳头不客气。忘了告诉你们，我天灾前可是教跆拳道的，跆拳道黑带懂不懂？敢跟我动手，直接干废你们，把你们统统扭送治安队。听到这家伙的话，我差点笑出声。末世前跆拳道黑带或多或少是比普通人强，但末世后能活下来的普通人，哪个不是体质方面万里挑一的？我也直接给尖嘴猴一个眼色。兄弟们，干他丫的，给这看门狗长长记性！瞬间，一群人冲上去，就对这群保安进行爱的教育，一声声狗叫此起彼伏。对于这种末世小人，你退一步，他们还以为你害怕了，于是进了10步；你退2步，他们得意洋洋，非要将你踩进尘埃摩擦。今天不发威给他们看看，还真以为我们是地沟里老鼠，见不得人还是怎么地？住手！身后一辆豪车旁，一个看着像是荣家保镖的人，一脸愤怒地朝我们大喝，手中的武器也朝向我们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在光明新城闹事，也不看看这是谁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！这保镖倒在地上，不断哀嚎。我这一石头砸断了他的经脉，放末世前或许可以接上，但现在末世高科技设备和高超的医生可都是抢手货，哪是一个小保镖请得动的？我这人可不喜欢别人拿枪指着我，今天我废你一只手，放你一条生路，下次再敢在我面前嚣张跋扈，可就没今天的好运气了。这枪我就没收了，算你冒犯我的赔偿。之后我们一行人也是浩浩荡荡的走了进去，而我手上也可以拿着刚缴获的枪，一来是震慑那些别有用心的宵小，二来是给他们发出最后的警告，再敢背地里和我们耍阴的，我可就再也不会客气了。不少业主也开始私下讨论起来，50号到底住的什么人？他们连保镖手都废了，摆明不把荣家人放眼里，到底什么来头？难道是恶势力？我们如此和谐的小区，怎么能混进这样的家伙？
以后可怎么办？不行，得想办法应付才行。稳住，别慌，看看荣家是什么态度。回到家中后，秦川也是立马上门道谢。熊猫兄，这次多亏你帮了小侯他们。秦哥，你客气了，都是自家兄弟。没想到末世都3年了，这些富人还这么排外，其他人倒也不足为惧。但这荣家回来后，协助官方发展振兴工业，与官方关系不错。你们今天大打出手，把他们保镖废了，我担心荣家不会善罢甘休，还是要提防些。说实话，我没将荣家放在心上，连私人武装基地我都端了2个，还会怕他们不成？谢秦哥提醒，人不欺我，我不欺人；人若欺我，我必百倍奉还。熊猫兄，你说的不错，既然住进来了，咱们就没打算搬走。这次你只是伤了保镖的手，已经给他们留足面子。若是再有下次，可不是一只手就能摆平的。他们谁要不信这个邪，让他们尽管来试试。咱们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而此时荣家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今天发生的事跟荣家没关系，其实就是场误会。误会个锤子！物业加强管理进出人员，保证业主安全无可厚非。但谁下的命令连业主都不让进了？老爷，这事确实是我疏忽了，实在没想到业主委员会副主席肖夫人，她居然擅作主张，不但将49号、50号的业主排除在外，居然还安排保安借故刁难他们。一帮吃饱了撑着的，竟会没事找事，这2家什么来头？49号住的是个2道贩子，天灾这些年靠倒卖物资赚了不少。50号来历暂时不清楚，只知道和49号关系非常好，底细都没摸清，他们就敢乱来。你觉得这件事如何处理好？老爷，业委会确实有错在先，但50号的人下手实在狠，白班20名保安全部受伤，有些受伤还很严重。他们不仅伤人，还废了咱家保镖1只手，连枪都被抢走，这摆明不给荣家面子。业委会管理不当可以理智沟通，让负责人出面道歉，可对方却出手伤人，这分明是恶匪行为。日后若是起了局域，他们岂不大开杀戒？此等歪风邪气绝不可长，我建议让治安队来处理，最好能把他们判了。老爷，还是让治安队过来把他们抓了吧。你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做人要以和为贵，更何况这次还是业委会有错在先。如果可以，我们不要把路走绝。老爷，这次如果退让了，会让小区如何看待荣家？若不严惩，以后岂不是谁都能爬到荣家头顶上作威作福？关叔，你怕是老糊涂了。一年轻女子朝2人走来，此人正是荣家3小姐。你这是为荣家好吗？是怕荣家死得不够快，把我当时就坐在车里，那熊猫人打咱们保镖跟打儿子一样，一招就把咱保镖干飞了。此人绝对是狠角色，估计比亡命之徒还难缠，来头肯定不简单。这么厉害，我都打听清楚了。今天这事就是那群吃饱饭没事干的富太们搞出来的。都末世3年了，还没认清楚自己的地位，处处排挤刁难别人。还有那群保安也是群小人，原本人家没跟他们计较，实在是保安太过刁难，摆明就是羞辱了。要换成是我，有他那样的身手，别说打死他们，我还把全小区的突了。闭嘴，瞧瞧你现在的样子，哪还有什么大小姐模样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上战场呢。爸都末世了，当然要全副武装。爸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处理吧，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的。你打算怎么办？难不成让我荣家去求和道歉不成？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，咱荣家丢不起这个人。最好的办法是冷处理，先跟一哥查清他们底细再说。那这事交给你处理，要是没有处理妥当，别怪我收拾你。放心吧，一定办得妥妥的。对了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是该考虑结婚的事了。哎呦爸，我肚子疼，先走一步了。不久后，熊猫人家好消息啊，熊猫兄，那群找咱们麻烦的保安现在全被开除了。那些保安后面的人对荣家没意见吗？是不如人有意见也得憋着。再说本来就是几个吃饱撑着的富太搞出来恶心人的，有人替他们擦屁股已经不错了。不过咱们还是要小心些，这小区的人对咱们依旧不友好。第2天新保安也是立马上任，几乎大半都是我的老熟人。熊猫哥没想到能在这见到你，我是杨伟民儿子，就是那吃章鱼中毒的那家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你们我都记得。何队长现在过得怎么样？何队长过得可好了，因为工作能力强，现在被官方雇了，听说职位还不低呢。经过数轮天灾洗刷，官方的工作人员骤减，何天明确实是个人才，加上常年跟上面打交道，被挖掘出来并不奇怪。像他这种心智坚定的人，入职后能造福更多的幸存者。被我的衣服看你那笨样，我家美美朝你吐口水，是你的福气。近距离嚣张跋扈，奥园所有人都一脸怒气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条件这么好的工作，末世里的确难找，谁都不敢冒着丢工作的风险去得罪这些业主。你现在把这身上的口水给我舔干净，我家美美施舍给你的，你可别不知好歹，不然我就让你在这待不下去。待不下去？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他们这些人可不是你雇的，现在给他道歉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道歉？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，你们这些下等人都给我听着，我家美美血统珍贵，漂洋过海的外国宠物，比你们这种贱民都高贵。你们以为我是在羞辱你们，其实我是在打赏你们，懂吗？二狗给这高贵的羊驼好好上一课。话音刚落，二狗就冲上去，对着羊驼一顿输出，一声声惨叫此起彼伏。很快，二狗就一脸得瑟的走了回来，而那羊驼已经奄奄一息。我的美美，你有病啊！遛狗不牵狗绳，放任他咬伤我家美美。美美要是有事，
你们全家都不够长命。我直接过去一脚将他踢飞，不给你一脚还真是对不住你这张贱嘴。末世3年了，还隔这碗水比水高贵呢，你不是觉得你家美美的口水是福气吗？话音刚落，男子瞬间脸色一变，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。这么多福气当然是全部喂给你了。我不要，那口水多脏啊，我才不要吃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陈家大少爷，你们敢乱来绝对没好下场。而此时小区其他人也是被吸引了过来。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？你们眼瞎吗？这件事是谁挑起来的？看不明白。陈少家的羊驼又不是故意朝你们吐口水的。再说了，抛开事实不谈，你们就没有一点错吗？对叫治安队来，把你们都抓起来。之后这一伙人也是纷纷起哄，叫的一个比一个大声。好，那你们去笑，我等着。把你们在旁边看什么？他恶意伤人，快把他抓起来送治安队去。抓个锤子！这羊驼朝我们吐口水，人家帮自己要说法，自己还去抓人家，那怕不是脑袋有大病吧？这是业主内部矛盾，你们先和平解决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再让治安队过来处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交物业费养着你们，你们就是这样敷衍业主的，我可去你丫的！挨了一巴掌后，保安也是忍着愤怒，毕竟末世工作不好找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你们都干嘛呢？这么热闹也不叫我。见来人是荣家3小姐，众人纷纷露出笑脸讨好。三爷对面那个男的太嚣张，平白无故就打了陈少，素质极其低下。是这样吗？没错，三爷，就是他故意放狗袭击我的羊驼，我只是上去讨个说法，就被他给打了一顿，他这分明就是故意找茬。之后一群人开始站队陈少，叽叽喳喳颠倒黑白。都说完了吗？说完了我就来说2句了，真当我眼瞎呢？我可是亲眼看见你的羊驼朝人家吐口水，你又出言不逊羞辱人家。此话一出，众人脸色都变了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向来仗着家世傲慢无礼的3小姐，竟然会向着外人。有病吧？我们才是一波的，他竟然跟臭要饭的为伍。你明知羊驼会吐口水，带出来就该看管好，不管好挨揍不很应该吗？当众被人点破，还是被自己喜欢的女人点破，陈少一脸痛苦的直接溜走，连受伤的宠物都不管了。一场闹剧也就此结束。而熊猫人在返回的路上，也是被荣家3小姐拦了下来。熊猫兄，别急着走啊，我家的枪你该还我了吧？什么枪？你从保镖手里夺走的枪。我从地上捡的。不管哪捡的，都是我家的，没跑。实话实说，我不缺枪，更不想因为把枪跟荣家再多说废话，将子弹给卸了的空枪还给了他。多谢了熊猫兄，保镖还得感激你的不杀之恩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3小姐，难道你是被我的帅气迷住了吗？各种没话找话，是想当我女人吗？那还真是抱歉，我已经有老婆了，而且我对你不感兴趣，以后拜托离我远点行吧？不是你这男的怎么想的？哪只眼睛看到我对你有兴趣的？而趁着这荣家小姐发懵的功夫，我也是立马趁机离开。我说这番话不是我自恋，而是末世就是这样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我很清楚这荣家小姐是刻意接近我，至于她出于什么目的，我不得而知，因此故意说出她喜欢自己的话，好迫使她不要再跟着自己。回到家后，我也是向秦川打探那羊驼男的消息。秦兄小区那羊驼男，你知道什么来历吗？那是陈家做家电致富的，即日我和你进行水源交易的时候，那些水就是陈家买走的，说是给儿子办个成年的泳池 party。这么看来，这陈家还是挺有实力的。这你倒是猜错了，熊猫兄，他们现在早就是强弩之末了。你想想，末世连电都没了，谁还买家电啊？所以陈家逐渐没落。之所以在极乐办泳池 party， 完全就是为了结交权贵，为自己儿子找门好亲事。对了，熊猫兄，你不是医学专业出身吗？最近中医研究院来凤城招聘，你可以去试试。好的，多谢秦哥提醒。之后我也是把中医院招聘的事和玉玉商量了一下。你想去应聘？老婆，你说的没错，中医博大精深，很多东西到现在我也是一知半解。如果能加入中医院，有老前辈的指点，我的医术也能突飞猛进。最重要的是末世灾难中的雾霾会引发的肝肺病，我希望在此之前早日研究出药方。要不你们也跟我去那里提供家属宿舍，而且家属也能一起学医。好呀，老公，我去收拾下行李。而此时熊猫人还不知道，一场车祸正等着他到来。哼的一声巨响，豪车被越野车撞出几米，整个车头都向后溃缩了。反观越野车倒是毫发无损，巨大响声也是将保安与荣家保镖都吸引了过来。住手！见熊猫人一脸愤怒地走向豪车，荣家保镖立马举起手中的枪。我看谁敢放肆！玉玉也是直接掏出一个 C4。我操！保镖看到后连忙惊慌后退。这女人也太狠了吧！我跟你玩枪，你跟我玩命。而此时豪车里的驾驶员荣家3小姐也被熊猫人直接提了出来。我车刚刚出问题了，才撞到你车的，你可别冲动啊，熊猫哥。看着熊猫人眼中的怒火，荣小新也是有些慌乱了。这男的真的起了杀心，看眼神狠劲丝毫不亚于基地附近的亡命之徒，不要人家还不想死。你当我不调查你呢？荣家3小姐，末世前膝盖俱乐部老板，玩车中的高手，论车技谁敢跟你比？车有没有问题，你上手就知道，别找别小的理由，别以为你家族多富，有多牛气哄哄，我就不敢嘎你。反正只有一条命，不怕死就尽管来。说完，我直直将荣小新丢了出去。其实我知道荣小新只是试探，但那又怎么样？因为她是首富之女，想试探谁就试探谁不成，丝毫不用考虑是否会造成他人伤亡。若不是车里大家都没受伤，今天谁来了都救不了他的命。熊猫哥，我这人向来热爱和平，你别把我想得这么黑心，真的只是刹车失灵了。少废话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里，你们谁要看我不顺眼，尽管放马过来，看谁能站着活到最后。说完，熊猫人便开车扬长而去。你说荣家3小姐想干什么？
他上次还不顾同伴脸面替你说话，这次却故意开车撞上来，我猜估计是想找理由接近你。你说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不管他知道什么想干什么，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就行。而此时荣家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没事去撞人家车干嘛？你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还有上次还没查清50号的底细，你就先是帮50号的人说话，将小区的人得罪了大半。那些人只是看在荣家面子上，不敢明面上有意见而已。不过这事我也就不说你了，那群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二代，你跟他们玩一起只会降低智商。可是你反手就把50号撞了，算怎么回事？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人家敢打伤保镖，摆明就是个不要命的。现在 C4 都拿出来了，你头不是铁吗？我可听保镖说你当时就位了。爸，我不是创造机会接近他们，摸摸他们的底吗？你真厉害，敢拿命去摸。不过这50号也太嚣张了，敢拿 C4 威胁你，摆明不把我们荣家放在眼里。小关，你去联系治安队，让他们来解决。是老爷。爸，这事我自己解决，你别叫治安队。你解决个屁，闯的祸还不够多吗？哪天怎么死都不知道，要不是亲生的我早就把你扔出去了。荣家地位不低，很快一群治安队就来了。荣小姐，请讲讲事情的经过。之后荣小新也是如实的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汇报给了治安队，反倒是老爷子听得一脸黑。让你汇报，你好歹挑着点汇报啊！故意撞车的事你也汇报，不会稍微润色美化一下吗？气死我了！而此时的带队的邻居心里却是乐开了花。你这专门闯祸的富家女，终于挨收拾了吧？让你天天闯祸，老给我们添麻烦，你这家伙就是欠收拾。荣小新汇报完后，一个治安员也是提出了疑惑：林局长刚刚描述的那2人一狗，我怎么感觉和前几次剿灭恶势力的那批人那么相似？你说的不错，剿灭青钢基地、乐龙基地，还有那个坤帮，目击者都提到了2人一狗的组合，关键这狗的品种和毛发都描述一致。当然，这一切可能只是巧合，但如果不是巧合的话，这种人才必须极力收编治安队啊！想罢，邻居也是开口要求和荣老爷子单独谈谈。荣老爷子也有些错愕的带着邻居来到了后院。邻居这些人难不成身份特殊？这2个人的身份确实有点特殊，至于特殊在哪，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解释。此案不宜张扬，在没出结果之前，希望你们能保密。刚回到小区门口，一群治安队便把我们拦了下来。你好，熊猫人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们拥有C4，这可是法律禁止的。林局长没有的事，都是这群富人诬陷我们的。要不信你们可以搜搜。接下来半个小时，治安队进行了严密的搜索，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物。可以去你们住的地方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任何不该出现的东西，自己都放到空间了，还真就不怕被调查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治安员慌乱的跑了过来。邻居不好了，新城西区发生命案，死了7个人。熊猫人，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我们之后会再联系你的。好的，邻居，我们绝对完全配合你们。待熊猫人走后，邻居也开始了对熊猫人的布控，找2个身手厉害的混进保安队，日常监控熊猫人他们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而此时，熊猫人家门口有人正在快乐的飞翔。欺负我陈哥吃我大便，就你们这群穷鬼也配和我陈哥住在一起？我们的大便都比你们高贵。而此时，一脸得意的飞翔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2个身影，突然就感觉到后脑勺一凉。你只有一次活命的机会，要或不要自己选择。要，大哥我错了，我是被迫在这自由飞翔的，是陈少爷逼我的。他记恨你上次让他在荣小姐面前丢了脸，说你勾引荣小姐，才逼我过来飞翔的。别给我废话，带路领我去陈家。此时陈家，陈少怕不是那里已经变成茅厕了。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陈少威武，陈少爷，看来你心情不错啊。我操！你怎么进来的？保镖你们死哪去了？别叫了，他们现在正乖乖睡觉呢。接着我也不跟他废话，直接拖着他就往我家走。放开我，你个疯子，到底要干嘛？救命啊！谁来救我？来到家后，我直接一丢，将陈少丢到那一堆大便之中，直冲鼻腔的臭味让他直接吐了出来。你不是喜欢飞翔吗？既然这么喜欢，你今天不把这舔干净了，别想离开这里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飞翔的？敢做不敢认，把证人带过来。很快，一群保安就把那飞翔人带了过来。熊猫爷就是陈少逼我来这飞翔的，我本来不愿意的，可是他却威胁我，我实在没办法才答应的。你混说八道，我根本没有。之后2人便不断的争吵，一时间整个小区的人都被吸引而来。看到以前嚣张跋扈的陈少爷，如今却浑身沾满污秽，一脸的嘲笑讥讽，幸灾乐祸，其中不乏和他玩的不错的狐朋狗友。我知道他已经完了，在这个富人圈子，他已经混不下去了。住手，熊猫人，你别太嚣张！陈家夫人在2个保镖的拥护下赶了过来，看到宝贝儿子被欺负的满身污秽，害得陈家在小区丢尽脸面，急怒攻心的他下意识抬手朝着我就要打过来，我也是直接一下将他踹回去。你消除这种是非不分的东西，还想要打我？再敢动手动脚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该问问你儿子想干什么，居然让人往我家泼翔，这就是你们陈家的修养不成？你们血口喷人，屈打成招。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要是不满可以叫治安队来处理。陈夫人瞬间哑了声，是不是真的？她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此时荣小新也是带人赶了过来，见荣小新过来，陈少爷瞬间犹如雷劈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他知道他这辈子再也跟荣小新无缘了。我荣家作为业委会主席，有义务调解业主矛盾，你们是想公了还是私了？三小姐，我们私了。你呢，熊猫人？可以私了，但陈少必须用嘴把我家门口打扫干净。熊猫人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饶了他以后，再有人找我麻烦怎么办？俗话说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我荣家现在是业委会主席，
向你保证，以后谁要是敢无故刁难你，你来找我伸张正义。我不相信你。熊猫哥，给我个面子行吧？见排解给到位了，我也不再揪着不放，毕竟哪怕是末世，做事也要讲究一个度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行，今天给你荣小姐面子，以后要是谁再敢惹到我头上来，可不像今天这么好收拾的。之后整个家门口也被陈家安排的人打扫干净。不是把末世碰瓷都这么猖狂了吗？看见车都不带躲的，大脑撞得现在有些眩晕，看来缓过神来前，暂时不宜继续下士。之后我立马拿出枪警惕四周，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迅速朝我奔来，举枪朝向驾驶室。车里的人立刻下车接受检查。是陆雨姐，一眼我就认出了她，因为汽车有防窥网的原因。陆雨姐还是一脸警惕的看着我这边。陆雨姐是我小熊猫。小熊猫居然是你，你跑哪去了？我回18楼看到那都塌方了，我们都还以为你。陆雨姐不哭了，弟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去找个安全的房间吧。好。而此时因为偷东西被陆羽追赶的小偷，看着渐行渐远的两人，无力的举起手。别走，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。找到一个废旧房间后，陆羽也是把他们的经历简述了一下。我们到达官方基地后，因为没有男人，所以老被那些单身狗骚扰。之后丽丽一气之下把那些家伙都废了，我们一群人也就被赶了出来，然后就重新加入了治安队，一直到现在遇见你。话说熊猫人，你怎么在这？这新城区和旧城区交界处，治安特别的不好，以后可不要来了。我加入了中医院，刚刚学习完往家跑呢，就被一个不看路的给撞上了。话说丽丽姐他们呢？我们巡逻不同的区域，他们就在这附近。喂，这里是陆羽。陆羽，我是丽丽，我们在城西南遇到一批劫匪，现在正在枪战，你快来支援我们。说完一声枪声打断了通讯，我和陆羽心中大感不妙，走，我们快过去。你们这两个小娘们也敢管你大爷的事，老子一会就把你们这身皮扒了，带兄弟们运动运动。张三，你现在缴械投降，还能从轻处罚。哈哈哈哈！你当现在是什么时候呢？还以为是末世前不成？把手雷给我。三哥，这是咱最后的手雷了，拿来。手雷重要还是命重要？这娘们刚刚呼叫了增援，再不干掉他们咱们就完了。听完同伙也是立马交出手雷。小娘们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投，去死吧你们！就在此时，一声枪响，一发子弹以急速朝着手雷冲来，随着一声吹息，几个劫匪已然烟消云散。没多久，一阵阵的警报声也响起，事发地点也被全面戒备。丽丽姐，你的伤没事吧？小熊猫，没想到你还挺有一手吗？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月熊猫人没想到又见到你了。是啊，邻居，没想到咱们又碰面了。我不会打扰到你们团聚吧？邻居哪会啊？是啊，邻居，我们巴不得和您多说说话。丽丽的伤是你处理的吧？没想到末世3年了，你买的药还没过期啊，保存的很不错呢，还随身带着。荣小姐送的药，当做上次撞车的赔礼，我哪能有这么珍贵的好东西？当然也因为太珍贵，只敢带在身上。末世几年我边西往来，也是脸不红心不跳。这样啊，最近小区如何？他们没有再欺负你了吧？谢邻居关心。自从你带人来了后，那帮人就安分多了，没敢再使脸色。身后的几个姐姐听完也是一脸懵。什么？居然有人敢欺负小熊猫？自己没听错吧？从来只有小熊猫欺负别人的份，哪个嫌命长的敢惹他，头真是够铁的。那就好，你们几个朋友团聚，丽丽又受伤了，你们3个我今天批你们休假，好好聚聚吧。这里的事就交给我来处理。谢谢邻居。送几个姐姐回家的路上，也被追问起刚才的事来。小熊猫怎么回事？谁敢欺负你？姐姐替你揍他。我也没再隐瞒，把被那群妇人排挤刁难的事说了出来。都末世3年了，外头的盗匪最喜欢打劫妇人，每天不知要赶多少人，咱们在这拼死拼活的保护他们，他们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竟会狗眼看人低呢。是啊，没有我们在新城拼命，他们那些财富还指不定是谁的呢。小熊猫，以后他们再欺负你，你就跟妍妍姐说，妍妍姐把他们给你抓起来。好，以后又有姐姐保护了。姐姐家楼下就看见一群灾民搭着帐篷，见到我穿的光鲜亮丽，眼睛盯得死死的，恨不得把我吃了一样。小熊猫别怕，这些人都是有贼心没贼胆的。丽丽姐，你们怎么会住这种地方？治安队不应该会给你们安排宿舍吗？自从地震过后，宿舍就紧缺了，我们这些住外面的每月都有粮食补贴，其实还是有点小赚的。来到几人的房间后，看着破破烂烂的墙面，这绝对是危楼啊！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丽丽姐，新城那边3期房屋就要竣工了，你们住的这个房子，不论是质量还是地理位置，我看来都很糟糕，可不能再待了。小熊猫，其实我们也知道，但是实在是出不起那么多的物资，其实这样凑合着也行。是啊，小熊猫，我们感觉挺好的，而且那些灾民知道我们是治安队，也不敢对我们乱来。借物资的事你们不用担心，我替你们出。不行，小熊猫，我们绝不能白拿你物资。是啊，小熊猫，这样可不行，你和玉玉都成家了，以后你们还可能有小孩，物资当然多多益善。姐，那这样吧，就算你们借我的，然后你们慢慢还我行吧？你们也知道，末世囤那么多物资，很容易的被抢或者发霉变质，咱们这样也算是互惠互利。见姐姐们还是犹豫，我也是直接开启软磨硬泡，最终他们总算是答应了下来。对了，你们走的时候留了些药品和粮食在我那，你们看什么时候方便来我那拿，到时候我和玉玉再招待你们一顿。说完，几个姐姐也是哭了出来。
分别的2年里，他们见过太多亲朋好友，为了一口吃的就反目成仇。可眼前的熊猫人却没变，还是那么的为自己好，又是为他们买房，又是还他们物资，不禁心中感慨，能有此弟弟是他们最大的幸福。3小时后，我刚回到家，就见那荣小新正等着自己，而在另一旁则是2只狗怒目相对。你带这狗来我家门口干嘛？熊猫哥，这是我新养的狗，有兴趣来逗狗吗？荣小新刚说完，一阵直升机的声音就传来，看那直升机飞向的方位，显然是荣家。没想到末世荣家居然有直升机，要是能到自己手上的话，万一再遇到什么天灾，自己一家也能及时逃离。可以啊，但总不能白斗吧？我懂，谁输了就答应对方力所能及的事，你看行吧？我没问题。二狗你看怎么样？放心吧，狗爷必须干他，居然敢挑衅狗爷的威严。哟，还狗爷呢？你怕是不知道本狗的大名吧？我就是狗见你德爷，你这样目无尊长的小狗我见多了，待会就让你知道德爷的厉害。看来我家狗没有意见。我家小德子也很有斗志。上吧二狗。上吧小德子。听到命令，2狗瞬间打成一团，一声声的狗叫也是此起彼伏。砰的一声巨响，一道狗影瞬间飞出，胜负已分。就问你服不服狗爷？我不服再来。转眼间2只狗又打在一起，一声声惨叫此起彼伏。最后小德子也是被2狗揍得鼻青脸肿，再无任何反抗能力。服不服？服了，德爷服了。八嘎，在狗爷面前还敢自称威严，认不清楚自己地位，是不是还想讨打？看来我家狗已经赢了，你还要斗吗？眼前荣小新看样子还有点不服气，我也不介意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来一战，他荣家今晚就可以吃狗肉了。哼，为什么我家的狗会打不赢呢？算了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丢脸了，我输了。熊猫哥，你说你想要什么吧？刚刚那直升机是你荣家的吧？我去，熊猫哥，你还真是敢要啊！我要是把直升机给你，我爸还不得把我打死？这可是我爸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搞回来的。末世前你要几架我都能给你，但现在是末世，这东西太珍贵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在我爸眼里可能都没这飞机重要呢。听到荣小新的回答，我不意外，刚刚也只是试探一下这架飞机在荣家的分量，但饶是如此，我也是装出一脸气愤。原本我还以为荣家3小姐有多大本事呢，没想到也不过是个吹牛女，没本事就别学人家斗狗说大话，你也不用再答应我什么了，从我眼前消失，以后再胡搅蛮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等等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吹牛？我跟你说，除了飞机的事，我全都办得到。听完我也是嘴角一笑，鱼儿上钩了。除了飞机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听到这话，我差点笑出猪叫。激怒荣小新为的就是这句话。行，那你就帮我找几套防辐射服。没问题。但你要防辐射服干什么？你别管我干什么，你给我搞来就行。没多久，荣小新也是回到家中。爸，帮我搞几套防辐射服。你要那玩意干什么？不是我要，是50号那伙人要。臭丫头，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，真以为老子不敢打断你的腿，还跟50号往来？让您帮忙弄，您就帮忙弄下呗。50号邻居都护着他们，背景肯定不简单，还能无缘无故弄防辐射服完不成？说不定后面天灾就来个核泄漏，咱们也算是提前得到了消息。荣老爷想了想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那行，就按你的说法，我去搞一批防辐射服，你拿几件去试探那50号。3天后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出门一看，居然是荣家的官叔。熊猫人听说您会医术，我家3小姐受伤了，你能帮忙吗？你们荣家不是有自己的老医生吗？我一个年轻人医术可没那么精湛，说实话能这么急肯定不是小伤，治好了还好说，万一治坏了那可就成背锅侠了，还不如干脆就不治，免得惹得自己一身骚。哎呦，今天3小姐出门打猎，医生也作为后援跟出去，没想到路上被人抢劫了，就3小姐一个人活着逃了回来。我们也是千方百计的找医生，才打听到您会医术的事，现在只有您能救3小姐了。果然这种小心脑袋异于常人，末世这么危险，居然还敢离开官方保护区，去外头山里打猎，真是作死。但是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荣家肯定也不能找自己帮忙，自己如果不去帮忙的话，万一这种小心挺不住了，自己那几件防护服可就没戏了。行，我可以去看看，但是我先声明，我不一定可以治好，万一出什么事，我可不承担后果。放心，我荣家绝不是那种人，就麻烦熊猫兄弟了。来到荣家后，没想到他们还有医务室，果然顶级富豪就是不一样。此时病床上的荣小新显然是外伤严重，你们都出去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那就麻烦你了，熊猫先生，一定要救救我女儿。2小时后，荣小姐的伤我已经处理好了，1个月就能恢复，这段期间别让她乱跑了，每个星期送她来我那换药就行。我就先告辞了。熊猫先生慢走，这次真是麻烦你了。1星期后，熊猫人这些防护服都给你搞来了，上次多亏你救了我，要不是你说不定我就投胎去了。至于之前撞车的事，我也向你道歉，对不起熊猫人，是我故意撞过去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你。你荣家什么都不缺，为何还要处心积虑来接近我？你就不怕我一枪把你崩了？不打不相识嘛。对了，提醒你一下，永夜好像要来了，你早做准备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荣小新走后行穿，也是一脸严肃的找到我。听说永夜可能要来了，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官方的人在家集装路灯，以前倒也装弹都是牧羊工，半天装不好一个，现在能如此卖力，恐怕是来自上面的压力，再结合一些内部传出的消息，我推测出来的。
怪不得金川能做大做强，的确很有洞察能力。按照上辈子的经验，永业的确要来了。你说的不错，按照我得到的消息来看，极有可能这个月永业就会降临。如果永业真要来，我们得做些什么？囤好粮，修高墙，磨好刀，没事尽量少出门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也是在别墅外围建了高墙，并通上了电网。之后，我也是把关于永业的消息告知了姐姐们。此时他们已经住进了新买的房。永业到来的话，这份工作会非常危险，要不你们就放弃治安队的工作，和我们住到一起来吧。熊猫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能照顾好自己。是啊，而且这房子才刚住进了不久，总不能就不要了吧？是啊，咱治安队这些年也不是白待的。那请你们把门窗都加固一下，再多囤点食物，遇到什么麻烦就联系我。或是永业即将来袭，不少心术不正的人开始拿着武器一家一户的去抢劫，而那些被抢的人为了生存也拿起屠刀，举向其他的幸存者。街道上无数的人倒在血泊之中，再也无法爬起。治安局也是开始加大巡逻，但终归是收益甚微。不少人一见巡逻车离开就开始行动，甚至更有不要命的狂徒手中拿着热武器开始狩猎治安队员。而我则是早就在家门口建起高墙和电网，随身空间内更是武器弹药拉满，只要那些邪恶幸存者赶来，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突然窗外传来一声声惨叫，只见原本的保安居然在这个时候反水，开始去抢劫自己的雇主。当然这在我看来并不意外，原本奥园的保安永业前就全部辞职了，听说是响应何队长去保卫奥园社区去了。而这一批是新招收的保安，忠诚度几乎为零。此时那些保安一脸嚣张的踩着那些公子哥，不少公子哥都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一车车的物资被保安从别墅搬了出来，放到他们的运输车上，抢完一家他们又换一家，哪怕你大门紧闭，他们也一枪把门干废。黑夜中不断的响起枪声和惨叫。很快作为小区老大的荣家出手了，一个个巡逻有素的保镖在荣家三小姐的带领下，拿着步枪疯狂打击那些保安。枪声响到半夜，那些保安逃死的死，但更大的危机已悄然来临。一群难民被枪声吸引，蜂拥而来，放眼望去绝对有1000人。面对这么多人，荣家也不敢拖大，集体撤回到自己的别墅区防卫。而那些难民也不是傻子，荣家有人有枪，他们当然不去碰，而是寻找其他目标。见我的别墅又是高墙又是电网，一群人便去了过来，拿着锤子就想把墙砸掉。我当然不可能放任他们嚣张下去，直接拿着装有燃料的水枪朝着天空喷去，直接在小范围下起了燃料雨。燃料雨与电网一接触，瞬间那群人就被烧得嗷嗷惨叫。接着我又拿出40的燃烧弹，疯狂地对着外面输出，整个别墅大门口都变成火海，一群暴徒直接投胎去了。很快一车车的运兵车开了进来，防卫队直接介入了治安管理，对于那些暴徒毫不犹豫直接开枪。窗外已是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就好像过年了一样。第二天白天局势彻底被控制，由荣家牵头，业主们成立了保卫队，每家每户都要出人巡逻。回到家后，我也是第一时间无线电联系姐姐们，得知他们因为新家买在治安队附近，所以倒没什么事，也就放心了。接着我就听到荣小新喊我的声音，他说他这次来找我，主要就是为了组队去拿官方免费发放的物资。至于为什么会找上我，当然是因为我有本事。说实话，我空间里的物资绝对够度过10-20年，为了官方那点物资去冒险，实在是不划算。但我更清楚，别墅区的那群人大部分被抢了，如果不拿到这批物资，那些人大概率会为了生存暴乱。万一到时候那些人和外面匪徒里应外合，自己这些有物资的就是待宰的肥羊。同意之后，只有我和荣小新开着防弹车前往物资发放地点，去的一路上都是防卫队的身影。很快我们就顺利拿到了属于我们小区的物资，但返回的时候，来的路已经很拥堵了，不少的人和车都聚了过来。我和荣小新也是一致决定从其他路返程，一路上不少暗枪，得亏我们是防弹车才相安无事。就在快回到小区的时候，一辆治安车被一群暴徒掀翻在地，我一眼看出车中有邻居，直接降下窗户对着暴徒就是扫射。其他人我绝对不会去救，但唯独邻居不能出事，他是相信我和玉玉写的末世预言信的，万一他死了，新来的局长不相信，那将会死更多的人。此时所有暴徒一命不留，我和荣小新迅速扛着已经晕过去的治安员装入车中急速撤离。永夜降临在午白天，一群暴徒袭击治安队，我直接开枪歼灭暴徒，救下治安员后迅速撤离，并将伤员妥善安置在荣家医务室。此时邻居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谢谢你们俩救了我，看来光靠巡逻是震慑不住那些心中邪恶之人，必须加大打击暴徒的力度。接下来几天，防卫队开始全面接管新城内各个小区，并联合民众开始打击暴徒。不少暴徒还没开始行凶，就被暗中的民众大喇叭暴露位置，没到1分钟就被附近巡逻的防卫队击毙。而举报的民众也获得了物资奖励。在官方大力支持下，不少民众带着大喇叭组成赏金队，对新城内的各大暴徒进行狩猎。一时间，无数暴徒开始驾车逃往官方势力之外。因为城内秩序恢复，我也第一时间来看望姐姐们。小熊猫，这些物资你拿回去吧，剩下的买房物资我们会慢慢还给你的。我也是立马开口表示拒绝。实话实说，这买房的物资我根本就没想要，也根本不差这些物资。当初说借物资给姐姐们买房，也只是变相送他们新房而已。我们物资最近储存了很多，而且最近我们这楼成立了赏金队，抓了20多个暴徒，奖励得到的物资够我们几个月了。见姐姐们如此说，我知道不能再拒绝了。拿了物资后便开车返回家中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和荣小新开始训练那些富二代，逼他们跑步、格斗等等训练。刚开始二代们反抗声音比较大，也有不少刺头当面顶撞我们这些教官。我们不要练，现在防卫队、治安队都控制了局面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练？是啊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，我们练得再好也比不上他们，那为什么还要练？没错，我看你熊猫人就是在打击报复我们，不就是我们几个之前跟你有过节吗？你要打击报复就冲我来，别带着其他人。
看着这群不知好歹的二代，说实话，我比他们更不想搞。我巴不得现在躺家里抱老婆呢。但我知道人是群居动物，漠视一个人终究是有上限的。如果不把这群家伙练出来，不把小区武力提上去，整个富人小区永远是暴徒眼中的肥肉。接下来我直接冲上去，把这3个刺头狠狠地揍了一顿，一声声的惨笑，让之前还义愤填膺的二代们脸上只留下了恐惧。陈少，我记得当初你就是这样被保安踩在脚下吧？被我一提此事，瞬间3人表情一脸痛苦。这是他们3人不愿回忆之痛，你们所有人都听着，没有谁能永远保护你们。末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，提升自己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强迫你们，我现在就给你们离开的机会，想走的现在就走。一晃眼过了10多分钟，没有一个二代离开。所有人经历了小区暴乱事件之后，都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。你们3个不是叫的最欢吗？现在为什么不走了？熊教官，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请您一定让我们留下来。此时后几个刺头反而成了最努力的二代，在各项训练中都起到了排头兵作用。日子也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直到半年之后，不好啦，熊教官，荣小姐外出采药被人绑架了。接到消息后，我也是立马赶往荣家。此时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与荣小新一同随行的陈少爷手都被打断了。荣家家主见我来，也是将前因后果简述了一遍。劫匪打断了陈少爷的一只手，放了回来传信，要求荣家交出1万斤粮、5000斤肉和50支香。之后也是将我带到后院，哭求我救救他女儿，什么条件他都能答应。我没有当场答应，而是回到家中，把此事告知了老婆。老公，那你想救荣小新吗？现在其实不是我想不想救，而是我必须去救。第一，如果我不去救，以后咱们小区缺什么物资，安排人去外面危险区搜寻，那谁还敢去？刚建立半年的保卫队内部也会离心离德。第二，这也是向荣家伸手要直升机的好机会。看荣老爷子的反应，这闺女的命绝对胜过直升机。只要我们有直升机，以后有什么大型天灾都能第一时间快速逃离。天灾末世永夜爆发，白天不复存在，各种各样的暴徒开始在夜间作乱，而作为本市首富之女的荣小新也被一伙暴徒劫持。熊猫人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！只要你救出我女儿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见老爷子如此开门见山，我也不藏着掖着，直接告诉他我要他的直升机。听到我的回答，荣老爷子犹豫了一会后，还是干脆的答应了下来。好，荣老爷子，那你先按绑匪的要求准备赎金，积极与绑匪保持联系，放松他们警惕。我会在交易日前救出荣小姐的。接下来我也是直接驱车赶往姐姐们的家。俗话说，一个好汉3个帮，有3个姐姐的帮忙，绝对可以事半功倍。很快我就把这件事始末给姐姐们交代清楚。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只要能救出荣小新，这房贷物资你们也不用还我了，而且小货的劫匪物资全给你们。小熊猫，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无条件我们也会帮你的。不久后，我们就来到了荣小新被绑的地方，二狗也开始用鼻子捕捉劫匪的气味。我们也是一路跟随着二狗来到了一个山洞前，里面隐隐约约传出人声，我们立马躲藏起来。没多久，5个男子便从洞中走出。3个荣家这么爽快就答应给物资，该不会有什么诈吧？不用担心，就算有诈又怎么样？他女儿还在咱们手里呢，敢跟我们玩阴的，老子就把他女儿办了，给他生个孙子送回去。3哥说的不错，只要他女儿在咱们手上，咱们要什么他们就必须给什么。几声枪响后，5人应声倒地，我们也没全杀，而是留了个活口，老实把洞里的情况交代，否则就取你狗命。男子吓得立马一五一十交代了起来。交代完，我也是直接送他投胎。洞里还有8个匪徒，6个被绑的富二代和30多个被抓来玩弄的女性。可恶，这群混蛋，他们死不足惜。接着是昏睡弹和防毒面具，洞内空气流通不好，能发挥大作用。见我拿出这些装备，几人也有些震惊，但也没有多问，毕竟末世谁还不会有点小秘密。分发完装备后，我们也是轻声轻步的潜入洞中，在上风口拧开昏睡弹，一阵阵无色无味的烟雾很快弥漫整个洞穴。走到最里面，只见8个劫匪和那些被关押的人质已经舒舒服服的进入了梦乡。几枪过后，威胁全部解除。紧接着我们救出荣小新，但并没急着撤离，而是搬着劫匪的物资就往车上装。谁知刚搬了几个来回，山脚居然有防卫队的车往这边开来，我们可不敢让防卫队看见，万一被误会或缴获的物资充公就麻烦了。立马从其他路急速下山，把物资搬回姐姐家后，我也是顺利的来到了荣家。见自己女儿只是睡着了，荣老爷子也是信守承诺，直升机很快便被我开回家中。第二天，荣小新也是骂骂咧咧的找了过来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荣小新居然被绑成了个木乃伊，还坐在了轮椅上。说实话，我差点憋不住笑出声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熊猫哥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我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没想到那群劫匪还挺狠毒的。屁啊，我这是被我爸打的。你说你要啥不好，非要直升机？但凡你要点别的，我也不至于被打成这样。荣小姐，难道你的命还不值了一架直升机吗？当然值了。那不就得了？刚好你来了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小区那些空出来的别墅的事。说起来，自从上次暴乱之后，有6家富豪被暴徒全灭，自己打算要一个好点的别墅给姐姐们搬过来住。你又想打什么主意？荣小新瞬间警惕起来，生怕再次被熊猫人坑害。我在想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还不如让有能力的人住进来，毕竟多一份力量，咱们小区就多一份安全。这是我可做不了主，你还是去找我爸爸。荣小新的回答倒是让我有些意外，这要放以前早给我打包票了，看来真是被他爸打怕了。之后我也是直接来询问荣老爷子的意见。荣老爷子别墅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招收有实力的新租户，还可以替小区减轻巡逻压力，这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。 50号能断的恶势力的巢穴，救自己女儿出来，
背后必然有帮手，答应是必须的。吸收有本事的新人，有利于小区的长远发展，也算给了50号面子。但是必须开一个业主大会表决，万一新租户搞出什么事，也不用荣家背锅。熊猫人我荣家没有意见，但是需要开业主大会问问大家的意见。接下来业主大会很顺利，对于出租闲置别墅的制度，荣家都带头表示同意了，而且此事对大家有利，也没必要反对，因此全票通过。紧接着姐姐们也顺利住了进来，姐姐以后这个别墅就是你们新家了，我已经安排人打扫干净了。小熊猫，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们恐怕早就流落街头了。是啊，能有你当弟弟真好。小熊猫还有件事跟你说，我们从治安队辞职了，有了上次匪徒那缴获的物资，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物资，已经可以够我们撑几年了。那感情好啊，我也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刚回到家门口，就遇见来找我的秦川。熊猫兄听说租别墅找龙小姐有优惠，秦哥你不会还想租一栋住吧？我想给尖嘴猴他们租，就是不知道小区的人愿不愿意。怪不得秦哥之前积极推进租客制度，原来是在为尖嘴猴他们搬进别墅铺路。二道贩子的心眼真是比筛子还多。不过尖嘴猴等人之前跟小区保安发生过矛盾，我还真不敢乱发表意见。秦哥，我还是引荐你和荣小姐见个面吧，到时候你们自己谈。来到荣家后，荣小新腿小也恢复了，整个人胆子又变回以前那样了。听到秦川答应给小区出的丰富粮食物资，当即就打包票同意了。回到家后，我也把这事跟老婆说了下。尖嘴猴他们有老婆孩子要养，哪怕几下平摊也拿不出秦川答应的那么多粮食。估计是秦川替他们付的。话说小区其他人能同意吗？他们以前可是打心里瞧不起尖嘴猴他们。小区其他人心里肯定不同意，但迫于现实的他们不得不点头。以前的他们不缺物资，个个是富人，可随着永夜的到来，物资被暴民抢劫之后，他们吃不饱穿不暖，还要每天出去执勤，身体变得越来越差。有了秦川这批物资，人均分到他们手上，也能过一段时间好日子。接下来如我所预料的一样，尖嘴猴他们很顺利的就搬了进来，一眨眼2年就过去了。永夜结束天终于亮了起来，天亮的第一天，没想到就有老熟人找了上来。熊猫人，你会接生吗？咱奥园社区有一家人要生了。我瞬间就被问懵了。这几年我有研究中医，跟简单的外科手术不假，但从来没想过孕产方面的知识。重生之后，哪怕跟霍玉相遇相爱，我也从没想过要怀孕生育。天灾漠世，成年人活着温饱都难解决，很多女人更是都绝经了。哪怕没绝经，如果营养跟不上的话，孩子很容易畸形，到头来受罪的还是女人。这个时间点，女人要是怀孕生子，无疑是把自己的命交给阎王。何队长这个头疼我还可以，但接生我实在是不专业啊，万一出个什么事，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。我是医生实在是太缺了，产妇要生产前几个月，我们就在找医生了，实在是没有找到，熊猫人只能拜托你了。我先提前说一下，我真的不懂接生，只能过去帮你们看看。熊猫人多谢。一段路程后，我们也是来到了那要生产的家人门口，里面传出一阵阵的哭声。都怪我这个老不死的，跟年轻人提什么生孩子，小敏真要有个3长2短。我到9泉之下都无颜面对他的父母。进门之后就见这一家人已经哭得泣不成声。何队长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儿媳妇吧。小敏你睁睁眼，何队长把医生带回来了。见岳父没有回应，我也来到女人身边把了把脉，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莫是怀孕最不希望发生的还是发生了，女人还是没有挺住，人已经咽气了。你们要是同意，我可以尝试一下剖腹取子，或许孩子还有希望。小敏都怪妈不该提要孩子的事的。医生要当然要，这可是小敏用命给钟家生的孩子。不过我丑话说前头，孩子未必健康，而且窒息比较久的话，有可能已经没了，或是脑部缺氧太久有痴傻的风险，你们要自己考虑清楚。这是钟家的孩子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们都不会放弃的。我不同意，小敏已经没了，为什么还要在她身上动刀？她爱美还怕疼，一定会难受的。阿平，我知道你很伤心，可小敏为了孩子连命都没了，她肯定想要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，这是她用命守护的孩子，你不能替她做决定。之后钟平冲上来一把护住老婆，任他父母怎么劝都不同意。眼看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母亲的一巴掌就抽了过去。你清醒点，想想小敏最后说了什么？小敏是不是说无论如何要保住孩子？你答应过她的呀，你亲口答应的呀，不能言而无信，不能让她走得不安心。钟平听完哭着松开了手，钟父趁机拉开他，把他带到另一间屋子安慰去了。10分钟后，这钟家传出一声声的婴儿啼哭，一个新生命在末世诞生。回程的路上，老婆开车来接我，我也一五一十的把钟家的事说了出来。唉，这天灾祸害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坐在车上，我心情也无法平静。这一路我经历过无数生死，却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害怕。想到小敏的结局，我下意识会想到老婆，如果是她的话，自己该怎么办？老公，那你想要孩子吗？老婆在我看来，有没有孩子不重要，我们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连大人都活不好，就别让小孩子出来遭罪了。是啊，咱们有小纯就够了。还有二狗呢，我们2个把他们照顾好就够了。接下来因为永夜结束，我和玉玉也开始了正常的生活。我回到中医研究所上班，在研究所我也开始读些孕产方面的书，希望以后能在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吧。下班刚一回到家，就发现28号别墅聚集了一群人，里面还传来女人阵阵的悲痛。新招的保安一见我也是立马跑了过来。熊猫哥，你回来了，这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 28号的富商老廖死了，
你要是早几个小时回来，老廖指不定还能抢救一下。他怎么了？老廖在外面藏了不少物资，永夜来了不敢外出，全家在别墅吃糠咽菜2年，好不容易治安好起来。他兴冲冲出去搬物资，谁知脏的物资不知被谁扫空了。老廖一下子没经受住打击，就自我了结了。发现老廖的时候还有口气。廖夫人听说你医术很厉害，还特意跑到您家哀求呢。谁说我很厉害的？我眉头微蹙，这不摆明了在暗中害我吗？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了。刚回到家就看见小纯一脸不开心。小纯，你怎么了？哥哥，有人说你坏话。说我什么？说你见死不救。我和姐姐都告诉他，哥哥你上班去了，他还是发疯一样在外面喊，在外面造谣说你见死不救，搞得全小区的人都信以为真了。小纯就不开心了。就这事啊，小纯别生气了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也假不了，嘴长在他们身上还能缝起来不成？咱们问心无愧就好。好，小纯不生气了。小纯去找二狗玩，自己和这廖夫人无冤无仇，若不是因为她老公今天的事，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。想来她应该是被谁蛊惑了。至于是谁在背后煽风点火，我心里是有数的，无非就是那几个人而已，不敢明着跟我们作对，只能在背地里来阴的。接下来1个月，关于我冷血无情的谣言就满天飞，不少小区的人都开始聚在一起议论，一见到我就匆匆散去。老公，这是咱们不管吗？就任由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谣传下去不成？老婆熟悉我的人不会信，不熟悉我的人，我也没必要跟他们解释。对了，老公，钟家的那个孩子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老婆，每个星期我都有去检查孩子的状况，目前很健康。明天那孩子也满月了，咱送点食物过去吧。好。第2天来到钟家，孩子在休息，为了不打扰孩子，我们一直跟着钟奶奶边散步边聊。熊猫医生，谢谢你们送来的食物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。钟奶奶要谢就等他长大再谢我吧。真的谢谢你们，要是没有这个孩子，宗平可能就不想活了。好几次我们发现他一个人想自我了断，但这孩子一哭，他就软下心来了。想自我了断，但这孩子一哭，他就软下心来了。我们一家人就是再苦再累，也会把这个孩子养大。颞结束毒物来袭，不少吸入了毒物的幸存者先是剧烈咳嗽，没多久就会呼吸衰竭而亡。雾霾来得突然，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，整座城市陷入极度恐慌中。我站在窗内，望着外面雾蒙蒙的世界。现在雾霾还不是很严重，能见度在50米左右，但小区已经没有人执勤，全部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小区业主聊天频道的对讲机也响个不停，声音嘈杂，充斥着恐惧、害怕、无助以及对将来的迷茫。怎么办？我现在觉得很难受，呼吸困难。医生，群里有医生了，我需要你。我刚才咳嗽，是不是被感染了？你们都离我远点啊！没事别来我家敲门，我们不熟。不行，我死也要拿个垫背的。今晚等着我去翻你家窗户。安静，吵什么吵？现在是讨论对策的时间。谁再敢乱来，我荣家对他不客气了。瞬间频道内鸦雀无声，荣小新也开始安排接下来的对策，决定所有人待家里，外面也不再安排巡逻。这个想法没问题，小区有雾霾，外面同样有雾霾，没有谁不怕死敢待在外面，更没有哪个暴徒现在敢出来作案。突然一阵电话声将我拉回现实，拿起手机一看是秦川打来的。喂，秦哥，有什么事吗？熊猫兄，我儿子发烧咳嗽，呼吸急促，浑身忽冷忽热，是不是感染了？烧多少度了？快40了。吃降烧药了吗？我有降烧药，但早就过期几年了，根本不敢给儿子吃。那你用温水给他擦拭身体，用艾草水泡脚，没事多喝热水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不止秦川，连尖嘴猴也打了电话来，他家孩子同样生病了。看来不是偶然，雾霾病毒感染发作的很快，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孩子，他们身体的抵抗力远没有大人好。我的计划也被打乱，按照上辈子的记忆，毒物应该不会这么快来袭的，我有充足的时间制药。现在毒物来得这么快，身上制作的防霾草药实在有限，我们一家都可能不够用，实在是左右为难。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决定把树人救了再说。我穿着从容小新那得来的防护服，背着一袋草药，挨家挨户的去秦川、尖嘴猴、荣小新、姐姐他们家。刚送完草药准备回家，就发现前面有个身影，看起来是暗中和我作对的肖夫人。熊医生，我看到了，你有草药对不对？我咳嗽了，你给我点药吧。没有也不给你。若是别人我或许会说话客气点，但对肖夫人我压根懒得掩饰。你怎么这么刻薄？明明有药都不肯拿出来。大家都是同一个小区的，你这么冷心见死不救吗？我不白要拿东西跟你换。我为什么要救你？从我住进50号那天起，你看不顺眼就算了，还处处挑拨离间，搬弄是非，做的哪件事不是在恶心人？无非就觉得像我这种暴发户不配跟你们住一块罢了。都世界末日了，你还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贵族不成？不是没给过你机会，非但不珍惜，还借廖老板的死挑唆廖夫人向50号搞事。你以为自己是谁？向我求药，还是给我面子了不成？病着爸死了活该。你胡说，我根本没做过。肖夫人被揭发气急败坏，一口气喘不上来，直接晕厥过去。回到家后，秦川也是跟我通了电话。秦哥，你也中招了吗？是啊，喉咙又痒又痛，不过好在我们一家吃了你给的草药，稍微舒服了些。你们继续服用会好转的。突然楼下传来一阵阵叫喊声，熊医生，我们来换药的。
麻烦你开门。来的不止一个，而是乌泱泱一群。至于是谁传出药草的事，我想也不用想，就知道是那萧夫人。至于外面的人，我也不会去搭理他们。很快，小区频道就出现各种对我的辱骂，那叫一个热闹。萧夫人边咳嗽边写诉我，说我有的就是不拿出来，冷血丝见死不救。我们一家永夜一战成名，跟荣家关系还算可以。小区绝大部分人都想与之交好，哪怕不服都得憋着。像萧夫人这种破罐子破摔的人，确实够勇的。因为廖老板的死，被他洗脑的廖夫人跟着一唱一和，简直就是细心附体。我也懒得理他们，放着对讲机当喜听。我不急倒是暴脾气的丽丽姐急了，别说熊猫人没药，就算有药，凭什么要给你？什么东西在逼逼赖赖？信不信老子把你家门卸了？姐姐一开口，尖嘴猴跟着登场，一群二道贩子，别的本事或许没有，嘴皮子绝对厉害，一人一句把萧夫人气到吐血，咳嗽根本停不下来。萧夫人，我建议你还是给自己有口气，别觉过去了。压轴登场的荣小新也是徐徐调侃，谁告诉你熊猫哥有药？我跟他情同兄妹都不知道，给自己积点德吧，少说两句都喘气，指不定还能多活几天。雾霾刚来，连官方专家都还在想办法研究抗雾霾解药，你造谣传谣，破坏小区团结居心何在？小区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业主，真以为被你挑拨两句就像笨蛋一样跑去跟熊猫哥拿药吗？证据在我门口的业主听完荣小新说的也觉得很有道理，官方都没有药，凭什么我有？很快一群人就散了，而对讲机里萧夫人敢喷我，却不敢跟荣家作对。永夜之后，很多富家都破产了，不少人在荣家的施舍下讨生活，萧夫人家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没说他有解药，但是他有草药，好几家都用上了。就算用上了关你屁事，他有草药该给你啊，就你做的那些事，有什么脸跟他拿药？接下来就是荣小新一顿爆粗口，我也没想到这荣小新，丰城首富的女儿，粗口爆的那叫溜啊！可惜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荣老爷打断了。你这王八蛋，说话口无遮拦，说出这么多粗鄙之语，你不要脸，老子还要脸呢！看老子不打死你！你想谋杀亲闺女啊？接下来就是荣小新的一顿惨叫，叫的实在太惨，我也就把对讲机关了。老婆，你说我们的药该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？老公，草药是你空间种植的，你拿或不拿都无可厚非。但如果哪天天灾过去，世界恢复了平静，我们要是有了孩子，谁来教他们识字？生病了谁给治？或许你可以教他们文字跟医术，还有生存技巧。可随着天灾的升级，人类大量死亡，几千年的文明就此没落，而活下来的人繁衍的后代，他们不识文字，只懂茹毛饮血的求生。我们的后代该如何融入他们？老婆，难道你想生孩子吗？笨蛋，我只是举个例子，如果有机会活下来，你想生就行，不想生也没问题，只是我们会老会死，小纯年纪又差很多。要是天灾能过去，你不想重新遇见璀璨的文明，到处走走看看，找到最适合我们安家的地方吗？老婆，你说的不错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治安局吧，把剩下的草药再拿些给官方，让他